这个小胖妹是班上大家公认的丑小鸭，却能独享你这个校草的疼爱，只因你清楚，多年之后，貌若天仙的国民女神正是眼前这个怯怯懦懦的小同桌。这次你决定要和这个自卑内向的宝藏同桌一起逆袭。晴天，晴天，醒醒，别睡了！晴天被这一声软软糯糯的声音传入耳中，她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陌生中又有些熟悉的脸。这不是我高3时同桌了1年的女孩子夏暖暖吗？明白了，我这是在做梦啊。晴天。与此同时，一本书毫无征兆地落在了晴天的脑袋上。谁他妈打我头？这时，班主任兼主任的李学平一脸恨铁不成钢的道：“滚，给我滚后面站着去！”此时的晴天还一面懵，望了望教室，望了望胖女孩同桌，又望了一眼班主任。他下意识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很疼，并不是吗？难不成我像那些网络小说里写的那样重生了？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思议，那也是真相。晴天选择接受了这个真相，并且为之欣喜若狂。上辈子他可以说是落魄潦倒了半生，感谢我们的老天爷巴巴眷顾，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他又怎能不激动？对了，金手指爷的金手指呢？就在这时，脑海中响起了神秘的电子音。恭喜宿主完美人生逆袭系统绑定成功，新手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系统积分加666。系统积分有什么用？系统积分可在系统藏宝阁兑换商品，另外宿主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也需要积分来兑换，当前剩余时间23小时50分13秒，倒计时结束，宿主灵魂将被遣返。还好是积分1小时，不是分钟或者秒。随后他点开了右下角的藏宝阁，高中语文经验包99积分，高中数学经验包99积分，高中英语经验包99积分，体质强化药剂199积分，魅力属性点299积分，力量属性点299积分，吉他技能精通499积分。现在只有656点积分，太少了，兑换点什么好呢？正在他纠结时，又是一道怒喝声响起：“晴天在！”晴天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然后他看到了阎王里眼里好似燃烧着熊熊怒火。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这个……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看到同桌胖女孩举起了草稿本，在草稿本上用很粗的颜料笔写着很大的几个字：“老师，您刚才讲的是诗说的第3段。”李学平愣了下，皱眉扫向刚才晴天看的方向，但夏暖暖已经放下了草稿本，埋着头装起了鸵鸟。那你把这第3段背诵一下。晴天顿时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夏暖暖。然而这次夏暖暖显然帮不到他了，给了他一个无能为力的眼神。快点，我说过很多次了，这是必备的一篇文章。就在这紧急时刻，系统任务触发，请宿主回答老师的提问，完成学霸逆袭第1步。罢了，不就是99点积分吗？还给你了。恭喜宿主，高中语文经验包兑换成功。瞬间，大量的信息犹如醍醐灌顶一般涌入大脑中，他双眼亮起了光，那是知识的光芒，也是智慧的光芒。圣人无常师，孔子师。在老李和班上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中，晴天突然开口背诵了起来：“老师，我背完了。”当他一字不差地背完第3段时，他心里那叫一个爽。再看看大家一个个像掉了下巴的表情，他更爽了。背得不错，那你可知道这文章不但要熟练背诵，还得深刻的去理解。那你把这一段再翻译一下。好你个老李，不发作我不罢休是吧？怎么不会了？那就好好听讲。这段讲的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的曾经师从。还不等老李继续说教，晴天突然开口翻译了起来：“老师，我翻译完了。”这时不仅老李傻了，同学们也如同遭雷击一般。翻译得很好，看来课后是用了心的。你回座位吧，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打瞌睡的自己站起来。晴天刚回到座位上坐下，系统音响起：“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高中数学知识经验包，系统积分加399，倒计时33时38分50秒，宿主完成系统任务，并不会增加生存时间。”真小气。那就是说，小爷的命只能用积分兑换了。这时晴天看向一旁的同桌夏暖暖同学，谢谢你啊。不用谢，你这么厉害，我也没帮你什么。不要谢的，不是你帮忙，我都不知道老李讲到哪里了。这时不远处老李的目光又飘了过来，夏暖暖赶紧偏过头去，没敢再说话。晴天也开始假装听课，脑袋里却是回忆起了这个同桌宝藏女孩的事情。当时一名高中时期普普通通，上大学后学会了化妆，傍了个小富二代的女生，用得意的口吻阴阳怪气地贬低着夏暖暖。结果话音刚落，夏暖暖突然就出现了，
而且是闪亮登场。她身着一件华丽的红色礼裙，将减肥成功的傲人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性格也不再像高中时期那般唯唯诺诺，变得爽朗大方，魅力四射。确认了她真的是夏暖暖之后，刚刚在背后贬低了她的几个女生被狠狠地打了脸。逆袭吗？和系统的名字倒是很相似，难道老天爷给我重生的机会是让我和他一起逆袭？系统任务触发，请宿主在高考结束之前带着同桌女孩夏暖暖一起逆袭。时间结束后，系统将对宿主和夏暖暖的表现进行打分，评分越高，系统奖励越丰厚。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晴天愣住了。好了，这下都不用猜了，必须得想办法了。他目光灼灼地看向一旁的夏暖暖，好似看着一座金山。他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难道是我刚刚帮了他，对我有好感了？不，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么胖这么丑，夏暖暖，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前世我错过了这个宝藏同桌女孩，而我不知道的是，女孩其实一直暗恋我，只因她是班上公认的小胖妹，所以自卑内向，不敢向我告白。天哥，老实交代，刚才你咋做到的？晴天扭头望去，只见一个头发卷卷的小青年笑呵呵地走了过来。他叫张鹏，算是晴天在高中时期唯一的死党。什么咋做到的？少装傻，就刚才的背诵和翻译啊，赶紧的教我。这我怎么教你？我本来就会啊。少来啊，你肯定有什么法子，你要是真会，我倒立拉屎。那请开始你的表演。一旁的夏暖暖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了声。不得不说，这妮子胖是胖了点，但肉也长对了地方。看到没，人家夏暖暖同学都笑话你了。滚，是笑话你，好吧，走，去超市买点东西吃。你这还没开始表演呢，难道是吃完了才要表演吗？去，表演你个头啊，赶紧走了。夏暖暖同学，需要帮你带什么吗？啊，不用了，我不想吃。夏暖暖受宠若惊的连连摇头。她正在减肥，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听到晴天能这么问，她还是很感动。毕竟在这个班里就没人对她这么好过。那好吧。出了教室后，两人向超市而去，路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天哥，你什么时候和夏暖暖关系这么好了？有吗？太有了，我看你今天看人家夏暖暖的眼神都不一样，你不会看上人家了吧？不会吧？那你眼光也太……滚！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前世在班长的婚礼现场，夏暖暖闪亮登场后，就属这货表情最夸张了。重活一次，我要改变自己，挽回所有的遗憾。当他们再回到教室时，只见原本属于晴天的座位已经被一名女生给占据了。不仅如此，这女生大喇喇地坐在那，胳膊已经占了旁边的夏暖暖半张桌子，正和前排的两名女生说笑着什么。而夏暖暖却是不敢说什么，双手放在膝盖上，缩在角落，怯怯地垂着脑袋，那可怜弱气的模样与三个女生的爽朗笑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哥，这许莹是越来越过分了啊！晴天没有搭张鹏的话，而是站到了许莹旁边。三个女生停止了说笑，抬眸望向晴天。让开！你先在旁边坐一下，我还有些话跟他们说。这是我的座位，让开！晴天，你想干什么？坐在里面的夏暖暖一张婴儿肥的圆脸上也是浮现出紧张之色。这时班长木南赶紧过来打圆场。晴天，许莹，怎么了？别吵架呀！我没必要惯着你，最后说一遍，起开！我就不走，我就坐这里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确定不起来？又没上课，你管我坐哪里？晴天咧嘴一笑，然后在周围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直接用宽大的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强行让他站了起来。放手！晴天，你想死吗？你给我放手！无理取闹是吧？行，谁给你的自信？给我滚一边去！将他随手推开。啊，晴天，你干什么？晴天直接选择了无视，取出一瓶绿茶，放到一旁吓得脸色苍白的夏暖暖面前。给你买的，上课时你帮我的谢礼。啊，给我的。众人看到这一幕，脸色都变得有些微妙起来。许莹，你没事吧？班长，晴天他太过分了，你去找李老师来，我要告状。这你还有脸告状？你知道刚才人家夏暖暖多难受吗？张鹏，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他了？呵呵，您这个子小小的，胳膊倒是真够长的，霸占我天哥的座位就不说了，直接给人夏暖暖的课桌也占了一半，你这是聊天呢，还是故意欺负人？听到这话，大家顿时心中了然了。夏暖暖看了眼晴天，心中感动的同时，突然感觉鼻尖有些发酸，就像是被欺负的小孩子终于得到了亲人的保护，满腔的委屈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你放屁，我哪有？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我动他一下了吗？我说他一句话了吗？张鹏，你少在这放屁！你污蔑人！不信你们问秋曼和崔颖，问问他们，我有欺负他夏暖暖吗？说到这，他声音都带上了些许哭腔。两个女生与许莹关系很好，自然都是站在他那边的，急忙摇头否认。没有欺负他，我们就是在聊天而已。对呀，只是聊天，这都什么呀？呵呵，有没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好了，都别说了。晴天，你给许莹道个歉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班长，你不用说了，不说别的，就说这是我的座位，我已经回来了。接连几次让他把座位还给我，他都不答应，那我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没毛病吧？
这话说的确实是没毛病，但您那直接拎小鸡仔一样的对一个女生，未免有点过于粗暴了吧？许英也找不出晴天这话的漏洞，于是乎，他又将矛头转向了夏暖暖。晴天，你这么维护夏暖暖，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啊，不是这样的，我和晴天，没错，我是喜欢他，怎么了？不行吗？他，哈哈哈，我就知道，晴天，你还真是有眼光啊，哈哈。你这还真说的对了，我眼光一直不错，谁能看上你，那才是瞎了眼。这时，下节课的英语老师柳絮来到教室，察觉到教室里气氛不对，他目光诧异地看着晴天等人的方向，便问了句：“这是怎么了？”刘老师，晴天他欺负我，还对我动手了。班长木南表情难看，身为班长，他是有责任协调班上同学关系的。许英这突然的告状，就会让他显得很没用。班长，怎么回事？刘老师，都是些小矛盾。接着木南将事情简洁地说了一下。柳絮听完后，脸上表情也变得有些复杂了。晴天，许英怎么说也是女生，以后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老师。好了，大家回座位，马上要上课了。刘老师，许莹同学先回座位吧，这是你们都有不对的地方。这场风波算是平息了，可确实够震撼。大家疑惑晴天那是维护夏暖暖呢，还是说的真心话？夏暖暖也是震惊的不要不要的。晴天肯定是为了维护我，故意那么说的。从小到大，这还是头一回有人说喜欢自己。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该怎么办呀？要不要答应他？虽然我对他很有好感，可是，哎呀，我又在想什么呀？很快中午放学铃声响起，正准备离去的夏暖暖却被晴天给叫住了。夏暖暖同学，能跟我来一下吗？我有事跟你说。啊，有什么事？我得回去吃饭了。没事，就一会儿，不耽误你吃饭。夏暖暖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点了点头。随后两人仅仅相隔一步的距离，一前一后出了教室。看到这一幕，同学们都八卦了起来。卧槽，晴天不会来真的吧？这都当着大家的面喊出来了，还会有假吗？真多假多啊！晴天真喜欢这种类型的吗？你们都别嚷嚷了，我觉得人夏暖暖挺好的啊，不就是有点胖吗？又不是不能减。这时张鹏开口了：“你们几个是不是闲得蛋疼啊？在这嘀咕什么呢？”许英和她的两个闺蜜也在咬耳朵。我们就坐在前排，怎么没发觉晴天喜欢他呀？谁知道呢？话说他俩倒也挺般配。秋曼与崔颖说着，视线投向脸色阴沉的许莹。晴天，我们走着瞧，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夏暖暖垂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跟在晴天后面，手紧紧攥着衣角，心情更加紧张了。他为什么带我来这里？真的要向我告白？那我要不要答应呢？那他是真的喜欢我吗？此时晴天环顾了下四周后，突然停住脚步。啊！夏暖暖痛呼一声，捂着鼻子，慌忙地后退了2步。对不起，撞到鼻子了吗？没事吧？啊，没事。夏暖暖红着脸摇了摇头，没事就好。晴天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两人陷入了颇为尴尬的沉默之中。这时，夏暖暖忽然语无伦次地说了起来：“那个晴天，今天真的谢谢你了，我都明白的，你不用把那话放在心上，我让你来，不是跟你说这事。那是什么事啊？”前日错过了暗恋我的这个宝藏女孩，只因她是班里公认的小胖妹，所以自卑内向，不敢向我告白。这是我决定和她一起逆袭，所以带她来操场的小树林，告诉我接下来的想法。你别误会，我在课间当着大家面说的是真的，并没有骗你，我是真心的。啊，这……夏暖暖惊呼出声，她害羞的脸庞红的好像要滴出血来。没错，我是真心喜欢你这个人，喜欢你的性格，你的可爱。所以高中这剩下的2个月，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一起运动，一起学习，我们可以一起变得更优秀。夏暖暖已然鼓起勇气将头抬起，可爱的圆脸如同秋末熟透的苹果般红，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存着惊喜，还有期待，也有着纯纯的爱慕。等高考结束后，我们报同一所大学吧，然后谈一场让别人都羡慕的恋爱。春日清风吹来，使得树叶发出了婆娑的声响，两人似乎听到了彼此的心跳声。晴天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夏暖暖细如蚊声的回答：“送夏暖暖出了校门后，晴天便来到了学校食堂。平时很难吃的饭菜，今天却吃得津津有味。在吃饭的同时，他又兑换了剩下4门科目的经验包，又兑换了一个体质强化药剂，最后还兑换了261个小时的生命值。得想点办法赚积分了。就在晴天愉快的干饭时，夏暖暖也回到了家中。一进门就闻到了诱人的饭菜香味，闻着味就知道又是自己最喜欢的糖醋小排、红烧鱼，还有蒜苔炒肉。不行，不能吃太多，减肥，这次绝对要减下来。暖暖回来了呀，赶紧洗手吃饭。好的，妈。很快，母女2人坐下吃了起来。
你今天就吃这么点，是哪里不舒服吗？没有，我就是不太饿。苏霞看到女儿只吃青菜，荤菜一口都没吃，看到这一幕更觉得奇怪了。养了快20年的女儿，桌上这么多喜欢的菜，偏偏第一筷子就去吃青菜，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她也是个蕙质兰心的女人，并没有选择直接去质问。是在学校吃零食了吗？那也得多吃点，下午还有半天课呢，别饿着了。夏暖暖盯着碗里裹着汤汁的排骨，开始纠结起来。好想吃，好想吃，怎么办呢？不行，不行，我要坚持住。一旁的苏霞观察着女儿的表情变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暖暖，你这是又要减肥吗？在减肥这条路上，女儿已经挫败很多次了，她并不看好，也觉得没必要。在她眼中，女儿已经是最漂亮的了。妈，我不想吃这个。回想起晴天刚才在小树林对她说的那些话，让她成功的战胜了食欲，可爱的脸蛋上也迅速升起了2抹晕红。苏霞错愕地看向女儿泛红的脸蛋，心头猛地一跳。我的宝贝女儿，不会是有喜欢的男生了吧？察觉到母亲打量自己的目光，夏暖暖赶紧垂下脑袋，继续吃青菜配饭。真要减肥？是的，妈，这次我是认真的。那你吃鱼，这个不长胖的。谢谢妈，你最好了。女孩子爱美是天性，既然你决定了，那妈妈帮你，以后我给你做减脂餐。苏霞是个很开明的女性，女儿在这个年龄喜欢上一个男孩子，想要为了她减肥变漂亮，在她看来很正常，她也支持女儿美好的初恋。谢谢妈，我爱死你了。只有在家里，在父母面前，她才能这么开朗直白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教室里，晴天和张鹏正在闲聊。天哥，放学后你和任夏暖暖聊啥去了？没聊什么。呵呵，不想说就算了，干嘛这么敷衍人？明天放假，下午放学去网吧撸2把怎么样？晴天准备开口拒绝，忽然想到了什么，便点头答应了。当下2012年3月末，正是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开始风靡全球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不错的赚钱路子。今天夏暖暖都没午睡，就来到了教室。按照平时，他都是2点才到校的。你怎么不在家睡了午觉过来？我今天不困。我好像也不太困。那我们要去田径场运动吗？哎呀，我真是个笨蛋啊！这么着急干什么？实在太丢脸了。中午外面太热了，运动的事情下次晚自习前再说吧。好。前世的我难道是真瞎了眼吗？这么可爱的女孩就在身旁，却不为所动。你如果不困的话，可以做做题，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听到这话，坐在前排的崔颖和秋曼都笑出了声。你们笑什么？有这么好笑吗？你们这样很不礼貌，太过分了。算了，别理他们了，我们做题吧。好。他的语文和英语成绩算是比较好的，在班上能排进前10，但数理化生很拉胯。做到第3道选择题的时候，就开始犯难摇笔头了。别摇笔头，脏。好。这道题不会了，那我给你讲讲。这道题是求这个圆锥的母线长，以至底面半径和侧面展开图为半圆，我们就可以这样画一个图出来。一旁的夏暖暖望着他的双眼中已经满是崇拜的小星星。前面竖起耳朵偷听的崔颖和秋曼满脸难以置信地对视了眼。这还是那个稳居倒数前3的吊车尾吗？这解题思路，这讲解方法也太牛了呀！是啊，这解题思路很清楚，也很易懂呀。怎么这么看我？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没有。那你听懂了吗？听懂了。晴天，你真的太厉害了，比数学老师讲的更容易听懂呢。你学习原来这么好的吗？只是不想装了，以前觉得做个学渣挺安逸的，现在不是快高考了吗？前面的崔颖和秋曼听到这话，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世界上最遭人讨厌的不是小偷，不是抢劫犯，是虚伪的人。明明是平庸至极，却硬要装出一副超凡脱俗的模样，实在是让人作呕。原来是这样啊！夏暖暖却是深信不疑，脸上写满了对控分学霸的敬仰和崇拜。这个低调低调。话说你的文科成绩好像很不错呀，怎么当时不选文科呢？我爸爸当时也让我选文科，说读文科轻松一点，他给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听着就觉得很不服气，所以瞒着他报了理科。这样啊。晴天没想到夏暖暖还这么要强，那继续做题吧，不懂的我再给你讲。晴天，谢谢你。以后就不用说什么谢谢了，我是为了我们的约定。他冲夏暖暖眨了眨眼，夏暖暖瞬间霞飞双颊，慌乱地避开视线，垂下脑袋。随后晴天又接连给他讲卷子上的数学题，事实证明他的辅导效果显著，而2人的关系也不知不觉拉近了许多。今天周6下午正好就是放假的时候，下课铃声刚响起，张鹏就开口了：天哥，网吧走起啊！暖暖，我和张鹏要去网吧玩会，你要一起去吗？听到晴天叫他暖暖，整个心狂跳了起来，脸也跟着红了起来。可我平时都是直接回家的，不回去的话，妈妈会担心的。没事，到时候在网吧打个电话，或者用 QQ 发个消息。走吧，去玩2个小时散散心，想要学习效率高，劳逸结合不能少。那好吧，我给我妈打个电话说一声。随后在晴天和张鹏惊愕的目光中，夏暖暖拿出水果4S 给他妈妈打起了电话。
喂，妈，我先不回去了，和同学出去玩一下。我知道了，不会很晚的。好的，谢谢妈。挂完电话，夏暖暖赶紧解释了起来。这是去年我爸给我买的，学校不让带，所以我都是关机的。夏暖暖，你家干啥的这么有钱？这手机可不便宜啊，好像得小5000块呢。没有啦，就是做点小生意。能借我用一下吗？我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当然可以啊，给你。赶紧走吧，边走边打，晚了可能都抢不到机子了。于是乎，三人一同离开了教室。小伙第一次带心仪女生来网吧上网，可他不仅没花1分钱，还有人心甘情愿给他2000元，只因他可以帮人代练上分。哎，天哥，咱们还是来晚一步啊，机子都被这群家伙占完了。好多人啊！你第一次来网吧？天哥，不行，咱们换一家吧。周末了，人都一样多。那咋办啊？真是离谱到家了！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没事，看我的，跟我来。这个年代，网吧火热的游戏很多。晴天来到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专区，站到了其中一名青年身后。青年正戴着耳机，手上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就像200加了个5。这哥们也是喜欢秀操作的，玩的是操作难度比较高的盲僧。操，特么的，敢抢你爹的龙，找死！看着青年这顿操作，张鹏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好一个华佗啊！”谁他妈在说话？哥们，别生气，我就开个玩笑。开玩笑？老子的龙都没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啊？好了，都小消气。兄弟，要不我给你操作一下？都1-5了，还操作个屁？等20头了算了。你等着也是等着，我看你桌上的烟盒空了，输了我给你整一包，怎么样？行吧，那你来。好嘞，看俺的表演喽。天哥，你行不行啊？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就在晴天正要开始时，一旁的青年连忙指挥道：“上路有机会，对面没闪，绝对能抓死。”好的，知道了。晴天嘴上答应着，却控制着英雄直奔下路。青年嘴角抽搐了几下，刚想说话，上路就传来了队友死亡的通报。你知道他在上路蹲着？牛逼呀！天哥，你可以啊，啥时候练的盲僧？我咋不知道？夏暖暖虽然看不懂他们玩的是什么，但从他们的交流中也知道晴天是很厉害的，脸上不自觉绽开甜美的笑容。对于张鹏和青年你一言我一句的指挥，晴天嘴上笑呵呵的答应着，可全当耳旁风了，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对方在塔下，不好抓呀。对，晴天小心点，别被反杀了。两人对视一眼，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卧槽！什么鬼？这怎么做到的？狐狸怎么过去的？夏暖暖左看看右看看，完全听不懂两人在说什么，干脆将注意力放回了晴天按着鼠标和键盘的手上。他的手怎么都这么好看呢？哎呀，夏暖暖，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呀？天哥咋做到的？教教我。大佬，收徒吗？钱不是问题。不收。对晴天来说，这是盲僧玩家很基础的操作了，后面还有不少更高端的操作，但落在张鹏两人眼中，却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我操，太帅了呀！这真是人能做到的操作。机操5656。天哥，你是我亲哥，这招一定要教我啊！青年脑子转得更快，直接跑去柜台拿了一包华子和几瓶可乐过来，将东西放在晴天面前后，他一脸谄媚的笑容说道：“哥，破阔乐抽华子吗？我给你点上。我们还是学生，阔乐可以喝一喝，烟就算了。”说罢，他把饮料递给夏暖暖：“你喝吧，我不喝。饮料可是减肥的绊脚石，他既然决定减肥，那就坚决不喝。”你们都是4中的吗？是啊。那我可是你们的学长啊！哈哈哈！先自我介绍下，我叫徐浩。晴天也点点头，也说了下他们3人的名字。嘿嘿，天哥，刚才那招什么回旋踢，也教教我啊！天哥，先教我，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是我先说的。好了，教你们倒没什么问题。说罢，他又看了看徐浩一眼。学长，你身边有没有人需要单练上分的？当然有啊，而且不少呢。我就想有人帮我上个1000分装逼，怎么？天哥你缺钱？算是吧。那天哥，你先帮我把这号打上1000分呗，价钱你开就是了。就用盲僧这英雄，顺便我也学技术。可以啊，你这号现在多少分？刚刚500分。学长，你有点菜鸡啊，我都300多分了。你个小辣鸡，你300分好意思说我这个500分的吗？我这不是高3吗？打游戏的时间很有限啊，不然早就1000分了。好了，你俩都是半斤8两，说正事呢。现在代练是什么价格？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天哥你随便说个价吧，我都无所谓的。你家是干啥的？是不是有矿啊？看你这样子不差钱啊？嘿嘿，也没有，我爸开了个店，卖电动车和山地自行车。怪不得呢，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废话了，2000块。一旁的张鹏一脸不可思议，反观夏暖暖这个小富婆就不一样了，一脸的淡定。我用瞎子给你打上1000分，胜率保证在90%以上，如何？徐浩毫不犹豫的直接答应了下来。没问题，钱我先给你。不用先给，打完了再说。没事，我信得过你。这是2000块，你数数。好吧，等我先打完这吧。
可能是2000块到手的刺激，晴天接下来的操作更加犀利了。对面完全被杀得丢盔弃甲，全票投降了。再看晴天，则是拿起钱直接揣兜里了。信任是相互的。一旁的张鹏看得一愣一愣的。天哥牛逼，就这么一会儿功夫，2000块到手了。晴天收了钱之后，打开了训练营，开始给两人演示自己之前的操作，各种瞎子的高端技巧，分别都演示了好几遍。大概就是这些了，剩下的你们自己训练，像我刚才这样。徐浩，电脑给你吧，我们去柜台开机子。师傅，你坐，我去给你们开机子。这老板是我爸朋友。是吗？那行吧，谢谢了呀。很快，徐浩就给张鹏和夏暖暖开了2台机子。夏暖暖的位置正好就在晴天右手边，那男生刚刚下机走了。晴天看着一旁的徐浩道：“你不去玩吗？我先看看师傅你操作，晚上我还包夜呢，有的是时间。好吧，我去搬个椅子来。”夏暖暖第一次来网吧这样的环境还不太适应，不过坐在晴天身边，她就觉得很安心。在晴天的指导下，找到一部电视剧看了起来。晴天则继续在召唤师峡谷里大杀四方。不知不觉，两人后面站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敲，这是神马操作，帅呆了。那寒冰怎么被踢过去的？我没看懂，谁解释下？这是无影脚嘛，对面闪现都没交出来。高手，这是真正的高手啊！牛啊，瞎子这么猛的吗？这一套技能带走了。一旁的夏暖暖听着这些称赞和惊呼声，眼神有些崇拜地看向晴天俊朗的侧脸。男人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是会有魅力加成的。你们都小点声，这对我师傅来说都是基本操作，大惊小怪什么呢？浩哥，这位天哥收徒吗？我师傅直接代打，100分500块，可以指定英雄，胜率保证80以上，最高的话2000分以下都可以。别开玩笑了，那不得天梯榜前10了，而且这价格也太贵了。可晴天用一次次他们无法想象的操作，让这些人心中的质疑逐渐消失了。怎么样？现在谁还给老子逼逼赖赖一个？众人争先恐后的开口，都想要拜入晴天的门下，学习这一手盲僧的操作。拜师就算了，我还要上学，也没时间教你们。不过可以代练，想要代练的可以先报个名，等我这个单子打完，按照顺序来。师傅，我平时基本都在这网吧，让他们要代练的来找我，我来给你记录。可以，那就麻烦你了。来，要代练的先过来交一半的定金，剩下的单子打完再给。达成合作的人，天哥有时间的话会传授大家几招。很快，现场就有2人交了定金，一个500，一个200。晴天再次收入700，心情大好之下，给周围众人现场解说了一波2闪的原理。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得回去了。加个 QQ 好友吧，还有交了定金的号都给我，我有空就打。好的，这么早就回去吗？暖暖回去了，不然他妈妈担心。电脑给你玩吧，明天放假，早上没事的话，我就过来给你打完。好的，天哥再见，嫂子再见。夏暖暖听到这称呼后，浑身一颤，俏脸瞬间染得通红。她想要解释，但这么多人看着，她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张鹏走了，回去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再玩2把。行吧，那我们先走了呀。这个男生从来没有跟女孩约过会，但他对约会一事却是轻车熟路。接上集，离开网吧后，晴天送夏暖暖回家，两人并肩漫步。这时夏暖暖的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只见她捂着肚子，快速垂下脑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咕咕叫呀？真的太丢人了。她中午吃的就很少，下午放学就一起去了网吧，这也是没法的事情。暖暖，我肚子好饿呀，吃点炸串去。算了吧，那个热量太高了，我回去随便吃点什么好了。我想吃点，你就当陪我了。下午我们都没吃，今天热量还有很多富裕呢。那好吧。其实他也想和晴天多待一会儿。随后两人来到了烤串摊前，老板是一个中年妇女。想吃点什么呀？晴天看向一旁的夏暖暖。暖暖，你想吃点什么？我都可以的。好的，那我随便点了。好。老板，这个牛肉来10串，鸡柳来2份，还有这些蔬菜，每样也来2串。晴天，我去买2杯喝的，你要喝什么？我喝绿豆汤吧，少点糖。好。夏暖暖应了一声，小跑了过去。不一会儿，她便拿着2杯喝的过来了。她给自己买的是一杯黑米粥，将另外一杯绿豆汤递向晴天。谢谢。不用客气。晴天轻笑着接过，插上吸管喝了一口。夏暖暖也喝了一口黑米粥。这时晴天只见她微微蹙着眉头，笑着将手里的绿豆汤递过去。要喝一口这个吗？夏暖暖愣愣出神地盯着那吸管看了几秒钟，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红，羞赧地低下了头。哦，对不起，我没注意。正当他准备收回去的时候，夏暖暖略显慌乱的软糯嗓音响起：“没事，我可以的。”他拉住晴天的小臂，嘴唇凑过去吸了一口。小吃摊后面，看到这一幕的老板娘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姨母笑。当晴天从老板娘手中接过炸串的时候，发现里面多了一串做成爱心形状的鸡肉串。老板，我没点这个呀。送你们的，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夏暖暖听到这话，
又是闹了个大红脸，强忍着害羞到低下头去的冲动，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老板娘。他嘴唇微动，想要向老板娘道谢，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谢谢老板，也祝你们生意兴隆，阖家幸福。晴天，你真的好厉害啊，不像我，好没用。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是突然觉得自己好没用，就像刚才连一句道谢的话我都不敢说出口。这一整天下来，在他眼中的晴天闪光点越来越多，学习好，打游戏厉害到能赚钱，与人交流的能力也那么强，包括看到他被欺负的时候很霸气的为他出头的样子也那么帅。相反，他自己对别人说声谢谢都会紧张害怕。看到的晴天越优秀，他就越讨厌这样的自己，觉得自己不配站在他旁边。傻不傻呀你？以后别再这么说了。在我眼里的夏暖暖应该是落落大方、肤白貌美，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艳的存在。你说的是我？没错，就是你。我们的约定，这才半天时间，你不会就忘了吧？没有，当然没有。那不就得了？就算包括你自己在内，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也会相信你。晴天坚定的目光凝视着他的双眼，一字一句道：夏暖暖，别再看清自己了，和我一起变得更好吧，让那些质疑你、嘲笑你的人看看蜕变后的你是多么优秀，狠狠打他们的脸，你不觉得这样很痛快吗？夏暖暖愣了好一会儿，重重的点头嗯了一声。吃完烤串时，也正好到夏暖暖家的小区外。我到了。在晴天那番话的影响下，夏暖暖好像开朗了许多，直视着他的双眸中少了几分怯弱自卑，多了几分勇敢和自信。进去吧，我也要回去了。那拜拜。拜拜。目送夏暖暖进了小区后，晴天正准备转身回去，夏暖暖喊声突然传来：晴天，你明天还会去那网吧吗？应该会去吧。那我能去吗？当然可以啊，我去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别忘了哈。好，走了。夏暖暖一直看着他远去后，这才转身向自家所在的楼栋而去。两人都没发现，在他们依依惜别的时候，不远处一栋楼的拐角，夏暖暖的母亲苏霞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死丫头，这么晚才回来，冻死我了。眼光还不错，那男孩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不过老夏那边可咋办呢？想到这里，苏霞顿时有点头疼了。倘若知道女儿谈恋爱的消息，那个女儿奴非得闹翻天不可。先不管了，必须赶在暖暖之前回家。晴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家里的灯还亮着，他妈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小天回来了。妈，您怎么不先睡啊？你这不才回来吗？锅里还有菜，妈给你煮碗面吧。您去休息吧，我自己来煮就行。你什么时候进过厨房啊？煮的能吃吗？还是我来吧。唐秀霞笑了笑，直接去了厨房。晴天也没再多说什么，视线落在了茶几上摆放着的一个相框上，那还是他刚上小学时和母亲拍的一张合照。别的孩子都有父亲，晴天却是单亲家庭，他却从出生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被班上的小孩嘲笑他是没爸的野孩子。为此他没少打架，将气都撒在了母亲身上。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他懂得开始心疼母亲了，也再也没问过自己父亲是谁，只当那人不存在。对于一个人将他带大的母亲，他心里只有满满的感激与愧疚。想到母亲，晴天赚钱的想法更迫切了。你今天去哪玩了？和张鹏去网吧玩了下游戏。快高考了，游戏还是少玩，累了可以去打打球什么的。知道了，妈。前世母亲为了坚持让他上大学，为此不惜每天服装厂下班后又去超市打零工，重活一世。他绝对不会再让母亲那么累。高考的成绩，他也会给母亲一个惊喜。系统任务触发，请宿主在高考中斩获全省状元，任务奖励未知。系统兑换5点积分，500块才买了5点积分，也就是5个小时的命，赚钱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呀。他心中暗忖着，又想起了今天在网吧遇到的徐浩，这人在玉城有不俗的背景，再熟悉个几天，如果人可以的话，倒是可以合作一下，将代练这个事做大一点。次日一早，晴天起来时，母亲唐秀霞已经上班去了，餐桌上放着买来的豆浆、油条和包子，下面还隔着50块钱和一张纸条。小天，妈妈去上班了，中午自己吃点好的，别到处乱跑。晴天将纸条收起，放进一个铁盒里。吃过早餐后，他忽然想起了之前兑换的体质强化药剂。系统，喝这玩意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体质强化药剂服用后会伴随着一定的疼痛感。一定的疼痛感，听上去就很疼的样子。痛就痛吧，时不待我，为了变强，我也要强忍着。当他一口炫完后，一阵灼热感从喉咙直下到胃里，全身像被火焰灼烧一样的剧痛袭来。小爷就知道不会那么容易。约莫10分钟左右，疼痛感如潮水般退去，身上黏糊糊的，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刺鼻味道。他能明显感受到自身力量的提升。洗完澡，给夏暖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在网吧等他。好的，我也马上过去，待会见哈。暖暖是谁呀？我一个同学约我出去逛街，怎么了？是吗？在学校交好朋友了呀？夏暖暖则是红着脸点了点头。我去换衣服了。母亲苏霞也没拆穿他，只是笑盈盈的说道：晚上还有晚自习，晚饭前得回来呀。知道了。这丫头还知道跟我撒谎了。
很快夏暖暖就穿着一套天蓝色的连衣裙，挎着一个小包包从房间里出来了。这裙子你之前都不舍得穿了，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啊？我平时又不逛街，今天就是想穿这件吗？哎呀，妈，你看你的电视了，别看着我。说完，他从厨房里带了三明治和2瓶低热量的果蔬汁，似是想到了什么，又拿了一罐以前喜欢喝的可乐。苏霞眼角的余光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中无语苦笑。妈，我出门了呀。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好。学长心甘情愿给你2000元，可你当天收了钱，第2天却又还给了学长。只因你想把代练上分做大做强，可你马上要高考，所以想借助学长的人脉和他合作共赢。晴天来到网吧时，张鹏和徐浩2人手上没闲着，嘴里更是互不相让，一个比一个对得凶。张鹏，你小子会不会玩？你倒是先手大他呀！人家又闪现的，被躲了怎么办？那你大招中了。滚！你有脸说我？你那什么臭脚，送别人去塔下？我那是失误，想给他踹回来的。呵呵，你失误多少次了？曹，少废话了，点了。点就点，杀比不点。你俩不会从昨天一直玩到现在了吧？天哥，你来了，快点坐下一起开黑。张鹏这孙子太坑了，已经连跪5把了。操，盖伦打个毛的野啊！我瞎子才是本命英雄，好吧？不玩了，老子向天哥学技术，你自己玩泥巴去吧。天哥，昨天你走了之后，又有几人交了定金，我都记下来了，钱都在这了。这么多？晴天没数多少钱，但从手感上大概有3、4千块。晚上包夜的玩家更多，我把你那几局游戏的录像剪辑了一下，做了个精彩集锦给他们看了，不少人当场就交钱了。学长，你厉害啊！徐浩被自己崇拜的对象一夸，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此时，晴天拿出2000块给徐浩，学长，这钱你拿回去，你的号我就当免费打了。师傅，你埋汰我呢？这是我自愿的，你是我师傅好吧？不要，你赶紧把钱收回去。没这回事，我这还什么也没干，就收了这么多，都是你的功劳。你这不收的话，我实在不好意思。收着吧，以后少不了还得你帮忙。而且我有个事想跟你合作。什么事？就是这代练的事情，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干一票大的？怎么说？听到这时，徐浩满脸激动的追问：咱俩一起开个代练网店，就用你做的那些视频集锦做宣传广告，然后我们就这样再那样。晴天简洁明了地说了下自己的想法，2人一拍即合。家里老头子一直想让我跟他做生意卖电动车，可我没有丝毫兴趣。但游戏代练这个事我很有兴趣，这次一定证明给他看。可以啊，师傅，我觉得很有搞头。那就这么说定了，收入也对半开。不，师傅，现在网上代练店也有不少了，没你这位大高手，肯定是很难做起来的。我拿1半有点说不过去，73吧，你7我3。学长，我这还在上学，店铺的一些琐事都得你来管理，我就一甩手掌柜。这样吧，64。晴天想了想，觉得有必要拿着控股权。师傅，好了，学长就这么定了。徐浩还想说什么，却被晴天打断了。开着代练店只是为了积累第1桶金。很快，晴天这边一局游戏结束，这时一声软糯的声音传过来：晴天。见到身着一件天蓝色连衣裙的夏暖暖提着小包，笑容甜美的向晴天快步走来。她整个人看上去比之前开朗活泼了许多。你跑过来的？对啊，慢跑过来的，就当运动减肥了。好吧，等会返校晚自习前，我们一起去操场跑步。对了，暖暖。怎么了？你今天穿的这件连衣裙真好看。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是不会说谎的。谢谢，我带了果汁和可乐的，你要喝吗？准备这么充分啊，那给我果汁吧。晴天微笑着伸手接过，谢谢。夏暖暖开心的笑了笑，拿出另外1瓶拧开后，自己小口喝了起来。嫂子，没我的吗？我出门太急忘了，只带了2瓶这我已经喝了1口。这么见色忘友的吗？徐浩故作一脸委屈的表情。对不起哈。夏暖暖想着要不要把包里的可乐给他，但那可乐是无糖的，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到，也是他特地给晴天带来的。这时晴天却说：别理他，他跟你开玩笑的。晴天喝了一口果蔬，这果蔬汁很好喝，挺贵的吧？我爸爸给我带回来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三明治，你吃吗？我妈妈早上做多了。等一会儿吧，现在还不饿。不愧是天哥呀，这女朋友对他可真好啊。晴天，听歌的音乐软件在哪里啊？我帮你找。晴天左手下意识向他那边的鼠标凑了过去，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背。夏暖暖俏脸一红，触电般的缩回了小肉手。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夏暖暖害羞的摇了摇头。没事。你用什么软件听歌？企鹅音乐。好，晴天帮他找到音乐软件并打开。好了，登录账号就行。谢谢。随后夏暖暖登录了自己的账号，打开一个备注为学习的歌单，戴上耳机听了起来。在晴天惊讶的目光中，他又从包包里取出了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又拿出了一支笔。你继续玩吧，我做一下题。好，
那你有不会的先放着，我打完给你讲。好的。虽然网吧环境不太适合学习，但晴天在身旁，他感觉像在教室里一样安心。他已经知道晴天学习很好，也很清楚要完成他们之间的约定，就要更加努力学习。渐渐的，晴天后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最后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以至于网吧的老板都被惊动了。了解了情况后，脑海中灵光一现，有了个很超前的想法，那就是将晴天的电脑连接上网吧的一个大屏幕，给网吧的玩家们直播他的游戏画面。老板的这一想法，晴天思索了下，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宣传效果，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收益，于是便答应了。帅哥，以后你和女朋友来我这网吧上网，一切消费全免，包括零食饮料随便吃。那谢谢你了呀。你继续玩，继续玩。你们也别都围在这打扰这帅哥了，去观战区的大屏幕那里看。围观的众人闻言，这才纷纷散去。夏暖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这么多人站在旁边，她确实很有压力。没事了，你继续刷题吧。有不会的吗？这道题。晴天凑过去浏览了一遍题目，解题思路立刻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接过笔给他讲解起来。中午饭点的时候，夏暖暖拿出那2个三明治，两人一起吃了起来。阿姨厨艺真好，这三明治真好吃。我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菜，可惜我现在都不能吃了，暂时她都给我做这样的减脂餐。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可爱到有点膨胀了，原因就是你妈妈厨艺太好了。啊，可爱？她说我可爱？夏暖暖只觉着自己脸颊滚烫，大脑有点晕乎乎的。张鹏和徐浩刚才一起出去吃午饭了。就在这时，一道嗲嗲的女声传来：“帅哥！”只见一个穿着清凉、头发染成橘红色的辣妹在徐浩空着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这还没到夏天呢，穿这么少，不怕感冒啊？你谁啊？别坐在这，这里有人了。晴天只是脸色平静地瞥了眼这辣妹，注意力便重新回到了电脑屏幕上。人家叫金丽丽，我看你游戏玩得好溜啊，带人家上粉嘛。没空。别这样嘛，人家给你打辅助，好不好？说着便将身体凑近了一些，贴在了晴天胳膊肘上。晴天眉头一皱，挪了下胳膊。用不着，我打野的。还有，麻烦你走开行吗？看不见我有女朋友吗？哎，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在交往了吗？不对，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帅哥，你长得这么帅，游戏打得也好，怎么眼光就这么差啊？找了个小胖妹当女朋友。夏暖暖听到这话，羞恼的涨红了脸，想要反驳，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她现在确实还有点胖。任务出发，自己看上的女人怎能让人嘲笑？请宿主替夏暖暖出头，任务奖励未知。不用你说，我也会做。晴天冰冷的目光看向金丽丽，给她道歉。啥？我说给她道歉。不是吧？你真喜欢这种小胖？你真喜欢这种小胖妹？这次晴天没给他将话说完的机会，反手就是一个大逼斗甩了过去。夏暖暖被吓了一跳，脸色变得紧张忐忑起来。你敢打我？我让你道歉，没让你嘴臭。你妈！金丽丽怒不可遏，还想爆粗口骂人，又被晴天反手一耳光打断了。周围众人见状，皆是震惊的瞪圆了双眼，真是够狠的呀！他们看着都感觉疼。在他们眼中，金丽丽也算是美女一个了，可晴天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你可以继续。你狠，我记住你们了。金丽丽脸色阴沉的撂下一句狠话后，怒气冲冲的快步离去。晴天，你没事吧？没事，刚才没吓着你吧？夏暖暖慌乱的点头，然后又忙不迭的摇头道：没有的。晴天抬起手放到他头顶，轻轻揉了揉。夏暖暖红着脸低下了头。没有就好，你继续做题吧。夏暖暖红着脸点了点头。事实上，确实有那么一点点被吓着了，但他也知道晴天动手打那女孩都是为了他。对于晴天，他并没有任何的畏惧和害怕，只有满满的感激与喜欢。他又面色担忧的看了眼金丽丽离开的方向。不用理会，有我在呢，不会有事的。过了一会儿，徐浩和张鹏回来了，带着给晴天两人打包的菜和2盒饭。徐浩察觉晴天脸色不对，诧异的问了句：师傅，你这是怎么了啊？晴天把事情的经过给徐浩讲了一遍。这女人有点麻烦啊。怎么说？你认识她？算是认识吧，但不熟。师傅，金丽丽这女人有点麻烦，要不你和嫂子先回去，我来想想办法应付过去。什么意思啊？她本人倒是没什么，不过她有个姘头，在玉城有点能量，手底下几十号人跟着吃饭，主要做一些帮人看场子的活计，都是些没什么文化，10几20岁的小年轻，忙起来什么事也做得出来。明白了。一旁的夏暖暖听到徐浩这么说，已经是吓得面无血色，拽了拽晴天的衣袖，战战兢兢地提议道：晴天，我们还是听徐浩的，先回去吧。对，夏暖暖和耗子说的对，天哥，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不先避一避？晴天沉吟了半晌，看向夏暖暖说道：暖暖，要不你先回去，下午学校见。不，你不走，那我也不回去。夏暖暖自然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将脑袋摆得跟拨浪鼓似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不，我不走。暖暖，不，我就是不走。晴天有点头疼了，他不是保护不了夏暖暖，而是怕到时候又吓着他。师傅，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爸认识金丽丽那姘头，他应该能给我个面子。
然而晴天却听出了他语气有几分虚，看来面子也不是这么好给的。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相信我，有办法解决的。看着他自信从容的样子，徐浩三人都是面面相觑。一直到下午4点钟，夏暖暖三人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徐浩的游戏账号也被晴天打上了1500分。晴天和徐浩两人商量过后，各自拿出2000块作为投入资金，一切收益分红按照之前说好的64分。事情商量好之后，然后离开了网吧。三人出了网吧，张鹏回家的方向正好相反，于是三人便在网吧门口分开了。晴天，你要开网店吗？对啊，准备多赚点钱。刚才徐浩和晴天商量的时候，他一直竖着耳朵听着，心里对晴天更加崇拜了。同样都是高中生，大家只知道学习和疯玩，而晴天却已经开始想办法赚钱了，看样子还赚得不少。你很缺钱吗？要不要我借给你？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也想帮你。我有存不少钱，暂时也用不到。夏暖暖脸色有些紧张，尽可能的组织着语言。她听母亲说过，男人都是好面子的，高情商的女人要学会在外面给自家男人面子。晴天忍俊不禁，抬手揉了揉他的头。不用了，我也不缺钱，这只是想为以后做打算。放心，有需要的话我会向你开口的。说好了哈。夏暖暖开心的点头，一双大眼睛微微眯起，她很喜欢这种感觉。彪哥，他们在那边，就是那个混蛋。晴天和夏暖暖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脸色一变，视线望去，只见金丽丽和一群青年正对他们怒目而视。晴天，你快走！夏暖暖忽然迈步上前，用她的身体挡在了晴天前面。我是女生，他们不会对我动手的，你先走。傻丫头，我是男人，怎么能躲在女人身后呢？晴天，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啊！夏暖暖彻底急了，反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满脸慌乱道：别跟他们打，他们人……自我介绍下，我叫周彪，我能猜到是丽丽冒犯了你，但我的女人被打，我不能不给她讨个公道。这人本性倒也不坏，只怪他找的女人没事找事。兄弟们，一起上，干他！你妈刚还说你不坏，你却给我来这出。暖暖，相信我，其实我很强的。晴天微微一笑，轻轻掰开了他的手，向着那群人迈步走了过去。晴天，没一会儿功夫，混混已经被晴天全部打倒在地上。以后管好你的女人，自己女人都看不住，算什么男人？说完这话，晴天又抬眸瞥了眼满脸惊恐的金丽丽，戏谑一笑，转身向夏暖暖走去。暖暖，搞定了，走，送你回家。好。他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好似有着无数的小星星在闪烁。彪哥，你没事吧？走开！他知道晴天最后还是留了情面，不然现在肯定是起不来的。对金丽丽这个女人，他是打从心里喜欢的。但回想起晴天刚才说的话，他觉得有必要好好调教一下金丽丽了。万一下回遇到譬如江城那个赤手空拳打死人的狠人，金丽丽，老子是喜欢你，但漂亮的女人多了去了，以后给老子安分一点，否则别人不抽你，老子也得抽你，听到了没？听到了，彪哥。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什么样，不就是看人家长得帅，过去搭讪惹人生气抽你了吧？现在踢着铁板了，你满意了，舒服了。呸！狗改不了吃屎，喜欢搭讪你就继续去买啤酒吧。不要啊！晴天，你有没有哪里伤到？有的话，我们去医院看看。没有，他们都没打到我，毫发未损。那就好。晴天，你是练过武吗？好厉害啊！咻的几拳几脚就把他们全给打倒了。每个女孩心里都住着一个英雄，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位盖世英雄就会身披金甲，驾着五彩祥云来拯救他们。亲眼见证了晴天刚才的强大之后，夏暖暖心中更加崇拜和喜欢了。算是吧。真的好厉害，我刚才都看傻了，不过也好担心害怕，以后能别动手，还是别动手打架，可以吗？好。嘻嘻。夏暖暖开心的笑了起来，瞅了眼他垂着身侧晃动的大手，并肩走了几步后，他眼角余光又偷偷瞄了一眼，一颗少女的芳心荡漾了起来。好想牵手啊！然而晴天却在考虑着用今天得到的666点积分兑换些什么，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心思。刚才的战斗让他更加体会到了手握力量的快感。就在他思索兑换什么的时候，忽然感觉到右手手背被触碰了下。他偏过头，疑惑的目光看向夏暖暖，只见夏暖暖佯装一副欣赏蓝天白云的样子，可那红扑扑的脸蛋已经完全将他给出卖了。晴天瞥了眼他的小手，夏暖暖好似察觉到他的目光，做事就要将小手藏到身后，可晴天没给他这个机会，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他的小手。被晴天握住手的瞬间，夏暖暖娇躯微颤，浑身仿佛过电一般，可心里美的都快冒泡了。这小手软软的，肉肉的，肌肤好细腻，手感好舒服啊。随后两人都没再说话，安静地牵着手漫步。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可风里。没有约过会的朋友都知道，约会的时候时间往往过得很快。到了，那我回去了，待会学校见。两人站在小区大门口，嘴上道着别，牵着的手却一直没放开。忽然一道惊讶的声音传来：暖暖。男生第一次牵女孩的手和她约会，却被未来丈母娘现场抓包。他不仅没害怕，而且直夸丈母娘手艺好。暖暖，
夏暖暖触电般的抽回小手，两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保养的极好、风韵犹存的美貌女子，手中拧着一个装着各种食材的购物袋，看样子是刚刚买菜回来。这人正是夏暖暖的母亲苏霞。夏暖暖慌乱的喊了一声妈，一旁的晴天登时瞪圆了双眼，亲人家闺女小手被未来丈母娘撞了个正着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苏霞目光上下打量着晴天，昨天晚上她已经见过晴天了，但光线太暗，加上离得有点远，她看不太清楚。现在才算是看了个真切，长相倒是高大帅气，一表人才。见到他后，表情也没有畏畏缩缩。阿姨你好，我叫晴天，是夏暖暖的同班同学，也是她的同桌。晴天回过神后，微笑着自我介绍了下，反正都已经碰上了，躲也躲不掉，索性就坦然一点面对了。你好，阿姨，我早上吃了您做的三明治，很好吃。呵呵，是吗？说完，他看了一眼夏暖暖，夏暖暖头埋得更低了。我说他早上出门怎么还带2份吃的喝的？原来是给你带的呀。是的。小琴，上去一起吃个晚饭。苏霞笑着发出邀请，晴天怔了下，婉言拒绝道：阿姨，今天就不了，我妈应该已经在家做晚饭了。我听暖暖说过，你会做很多好吃的菜，以后有机会再好好品尝。晴天又是一记彩虹屁，话说的极为漂亮。事实就是她母亲唐秀霞在厂里上班，下班都是6点以后了，如果加班的话，还得更晚。这样啊，好吧，那下次一定啊。好的，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去吧。暖暖，学校见啊。晴天又给了未来丈母娘一道清爽的笑容后，转身离去。我说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呢？原来是这回事啊！妈，好了好了，真当你妈我猜不出来呀。走吧，回去了。啊，您都知道了？不然呢？你这2天奇奇怪怪的，我可是你老妈，哪能看不出来啊？我才没有奇奇怪怪的，他是我同学。呵呵，你猜我信不信？妈，好了好了，别晃了，你妈我也是过来人，你这年龄有个喜欢的男生是正常的事情，放心吧，我不反对。这小晴第一眼看上去还不错，她学习怎么样？妈，晴天学习成绩很好，最近她一直在帮我补习功课，比我们老师讲的还容易听懂呢。有，你别给人夸上天了，还比老师讲的都容易懂。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那他上次模拟考试是你们班第1名吗？这倒是没有。夏暖暖顿时语塞了，回想起上次模拟考试，晴天好像是班上倒数第2来着，差点倒数第1。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要实话实说，我才好了解他嘛。你妈我也不是那么看重成绩的人，就是问问而已。妈，晴天真的学习成绩很好的，以前他考得不好都是故意的。故意的。苏霞闻言一愣，不怕学霸考得好，就怕学霸控分好。难道那小子还是个控分大佬不成？对，我真没骗你。苏霞见女儿好像确实不是故意，夸大其词的样子，心里对晴天更加好奇了。对了，你们第2次模拟考试应该快开始了吧？之前说的4月初应该就在下周了。那你让晴天这次好好考，等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告诉我他考得怎么样啊？妈，没必要吧？您不是说不在意分数的吗？你傻啊？我不在意，那你爸呢？你还不了解吗？妈，晴天的事您暂时千万别跟爸爸说啊。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一边的。妈，你真是太好了。不过就算我们瞒着他，也得做个准备不是？万一你爸察觉到了这事，那晴天考试成绩好一点，是不是更能说服他？妈，你说的有道理，那我回学校后给晴天说说。这才对吗？他得表现得更优秀，才能配得上我宝贝女儿啊！妈，我们只是同学。呵呵，懂，妈都懂，只是同学而已。哎呀，不跟你说了，快点，我肚子饿了。晴天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些蔬菜，他准备给自己和母亲做几道好菜。饭后，他拿出一瓶体质增强药剂，是给夏暖暖准备的。但每个人承受能力是不同的，直接给夏暖暖喝的话肯定不行。他准备稀释下，于是找出榨汁机、黄瓜、西红柿、香蕉、苹果等一些蔬果，然后榨了一大杯果蔬汁，将药剂倒入其中。好歹完整体的药剂都炫过了，这总不至于比那还危险吧？干了！他惊喜地发现，之前那种剧烈的疼痛感没有产生，而力量和体质却都提升了一点。哇，太好了，有效果，这下就能给暖暖提升体质了，顺便给母亲也弄些。傍晚6点的时候，晴天来到了田径场，一眼就看到夏暖暖已经在田径场了。晴天，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是不是等很久了？没有啦，我也是刚来。事实上，他太过期待与晴天一起跑步运动，吃了晚饭就赶紧过来了。吃完饭得半个小时才能运动的。没事，有半个小时了，而且我没吃多，就吃了些菜。好吧，那先喝点这个。我特制的果蔬汁能增强体力，加快脂肪消耗的速度，配合运动事半功倍。这么厉害吗？夏暖暖双眼放光，脸上露出惊讶之色，丝毫不怀疑他说的话。先少喝一点试试。好，这个还挺好喝呢。说完，他又喝了2口。
这个好像真的很有用啊，我感觉浑身都有劲了。差不多了，先喝这么多吧。好吧，我们先走一圈热热身吧，然后再慢跑。好呀。两人便来到了塑胶跑道上，不急不缓的并肩散步。晴天，你看那有个女生在背书呢，好努力啊。是挺努力的。暖暖，这样吧，我们一边跑步一边考对方英文怎么样？好啊好啊，怎么弄？比如我说英文单词或者短语，那你就得翻译汉语意思。要是我说汉语，你就得说出它的英文单词，并且拼写。我们轮流提问，输的人等会去超市请客吃雪糕。这个听着就有趣，那就这么办吧。既是你提出来的，那你先来吧。好。晴天点头思索了下，突然玩味一笑道：“爱老虎妖。”夏暖暖闻言一愣，然后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红，羞赧的目光瞪向晴天。你耍赖，这算是汉语还是英文？刚刚是开个玩笑，接下来正式开始。呵呵，来啊，数学和理科我不行，比英文我可不怕你。晴天配合着夏暖暖的速度和节奏，两人一边慢跑，一边比拼着英文词汇量。在稀释后的体质强化药剂影响下，夏暖暖体质潜移默化的被增强了，慢跑的效果也随之提升了很多倍。以前跑200-300米就喘气的厉害，今天感觉身体轻盈了许多，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力量吗？夏暖暖边跑边这样想着，两人不知不觉一直到7点钟才停了下来，两人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渗透了。走吧，还有点时间，超市吃个雪糕，喝瓶水去。当然，你请客呀。哼，知道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英文水平也比不上晴天。两人来到学校超市，望着里面各种各样好吃的雪糕，夏暖暖悄悄咽了下口水。吃一个吧，就当奖励自己了。不行不行，吃一个就有下一个，我不吃，你看看要吃什么吧。好吧。晴天拿着棒棒冰，从中间一分为2，其中一半递给夏暖暖。我吃吧，一半而已，热量很低的，只有分享着吃才有那味道。好吧。两人吃着棒棒冰回到教室时，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到了。晴天，你作业没做吧？要不要抄？坐在前面的秋曼和崔颖还是听到了这话，对视一眼，脸上都是浮现出不屑的笑容。谎称学渣逆袭成学霸，只是为了那点虚荣心吧？现在就暴露了吧？以学霸的谎言来掩饰自己学渣的本质，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两人却没考虑到，他们自己现在也是在互抄作业，只因他们与许莹一起去逛了街，压根就没时间做作业，只能把昨天回去后做的换着抄。不用，教你的时候差不多都记着了。他一边吃着剩下的棒棒冰，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做起了作业。夏暖暖看着他那好像比抄作业都快的速度，双眼瞪得溜圆，小嘴张成了 O 型。很快晚自习预备铃声响起。好了，上课了，大家都安静下来，把作业都做一下，各科课代表下课的时候再收作业。还在赶作业的众人听到这话，都是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这也是大家对木南这位班长都颇有好感的缘故。很快像张鹏这样放假后通宵达旦玩累了的，抄完作业之后就已经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了起来。而班主任李延旺是下课之后才来到教室的。睡觉的都醒一醒，我有重要的事要说。睡觉的都醒一醒，有件重要的事通知你们。没醒的，旁边的人喊一下。你笑什么？我突然想到，上次在李老师的课上，我想叫醒你，你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许莹看到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心中顿时冒起了无名之火。一旁的吴昕问道：“怎么了，许莹同学？”没什么。吴昕循着许莹的眼神望去，只见晴天和夏暖暖两人正笑嘻嘻地说着什么。又是他们啊！你还和那2个学渣置什么气？没必要啊！上周放假之前，许莹和晴天发生的争执，他也看在眼里。因为吵架打架这种事不是他的特长，他绝对不愿承认自己当时是被晴天的气势给吓住了。关你什么事？吴昕，拜托了，你能不能别一副学习成绩好就很了不起的样子？我口口声声喜欢我，那天我被晴天那么欺负，你怎么一声都不敢吱，现在反倒来劝我不生气，你搞不搞笑啊？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女生被人欺负，每次考年级前10，有个屁用的！别说年级前10了，就算年级第1，就你这样也没人喜欢你，懂吗？滚一边去，别跟我说话。周静静，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很重要。这周3开始要进行第2次高考模拟考试，这次是8校联考，都会尽可能还原高考，大家需要好好准备，慎重对待。一听到考试，我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完了，又要凉凉。我仿佛已经看到我爸要怎么揍我了。我第一个神泪，又是考试，这跟去刑场有什么区别？而且还不知道自己犯了啥罪。刚放假回来就来这么一个噩耗，也太惨了吧！都说考试是检验学习成果的，可对我来说，考试是检验我能蒙对多少的。好了，先静静。晴天，最近我看你学习状态不错，这次给我好好考啊，必须让我看到你的进步。李老师，您放心吧，这次我肯定好好考。好，
那我就看你表现了。呵呵，李老师，您对他是不是期望太高了？我记得他上次模拟考试倒数第2吧。所有人惊愕的目光纷纷望去，吴昕平时不是只关心学习吗？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事了？李学平微微皱着眉头，冷着脸看着吴昕。无论是成绩好还是成绩差的，他都一视同仁。这么多年执教，他见过很多成绩差的学生，现在都有了不俗的成就。他对吴昕是寄予厚望的，只要肯努力，清北也不是没可能。此时此刻，吴昕这种公然嘲讽同学的行为，让他真的很生气，甚至比那天看到晴天在他课堂上睡觉更生气。吴昕，你站起来！李学平一声怒喝，吓得吴昕赶紧站了起来。立刻给晴天同学道歉！老师，我凭什么给他道歉？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先做人后做事。你刚才说的这话，难道是我教你的吗？我说的只是事实，与您说的做人有什么关系？吴昕，别跟我在这狡辩！我再说一遍，给晴天同学道歉！此时的吴昕还不明白，为什么品学兼优的他，仅仅是说了这一句实话，就让平时对他寄予厚望的班主任发了这么大的火。不，我绝对不会道歉的，除非他这次考试能证明我说的话是错的，不然我就算是死也不会道歉的。像他这样课堂上公然睡觉的差生，您不该对他抱有这么大的期望。你，任谁都没想到，平时连个屁都不敢放的书呆子，今天突然转性了，连一旁的许莹都对他刮目相看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可以，你说的证明是个什么标准？”被晴天这么一问，吴昕当场愣住了。算了。这样吧，如果这次我考得比你好，那你就当众给我道歉，更要给李老师认真道歉。哈哈哈，晴天，这可是你说的，你要考得比我好，我不仅给李老师道歉，我还给你跪下道歉都没问题。跪就不用了，我还怕折我寿。那你如果做不到呢，又当如何？那你想如何？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给许莹同学道歉。大家一阵唏嘘，讲台上的李学平也是一脸懵。我是期望晴天你这次考试能有所进步，但你跟人家吴昕比谁考得好，是不是太自信了？可以，如果我输了，我给他道歉便是。晴天，暖暖，没事，相信我。好的很，记住你说的话，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记得你自己答应的就行。这时，第2节自习课铃声正好响起。好了，大家继续自习。晴天，你跟我出来下。你和许莹怎么回事？晴天也没隐瞒，将那天课间发生的事情给李学平说了起来。都安静一点，现在是自习时间。坐在夏暖暖前排的崔颖和秋曼两人却在窃窃私语着。他可真敢呐，居然和吴昕比考试成绩。管他呢，反正他输定了。这下正好，莹莹这几天心情都很差，到时候晴天给他道了歉，就一切都好了。真是不知所谓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有可能是梁静茹给他的勇气吧。哈哈哈。本来就很生气的夏暖暖听到两人这话，登时就炸了。闭嘴！你们知道他什么？不准你们再说他坏话了。两人面面相觑，或许是被他突如其来的爆发给震惊了，一时间竟然没有反驳。班上所有人都是有些难以置信，平时在班上沉默寡言、受气包一样的夏暖暖竟然发火了，而不远处的许莹却传来冷笑。呵呵，夏暖暖，你是被他那所谓的喜欢冲昏了头吧？还真信他能考得过吴昕啊？别开玩笑了好吧？没错，我就是相信他，晴天会赢的，他一定会赢。如果他输了，我和他一起给你道歉。说得好，天哥没点信心，能打这个赌，还不明白吗？我们以前都被天哥给骗了。别搞笑了，张鹏，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傻逼！你，张鹏，这关你什么事？你闭嘴！哟，这不是小金子吗？怎么今天为了女神雄起了？走啊，有胆子和老子出去练练。李学平听完晴天的叙述，你维护夏暖暖同学这是没做错，但是做的太过了点。不说这个了，考试的事情你真有把握？老李，其实吧，我之前那都是装的，本来想用学渣的身份和他们相处，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所以我决定这次不装了。晴天这话听得李学平一愣一愣的，像看傻子一样的目光静静看着他。您别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的都是真的。滚回教室去！好嘞。面对张鹏的挑衅，吴昕整张脸涨得通红。张鹏，你简直不可理喻！哼，学渣就是学渣，也只会骂人了。哈哈，小金子，别哭，让你的女神抱着你安慰吧。教室里众人实在绷不住了，笑声响彻一片。晴天回到教室时，大家还在笑。好了，都安静，别吵了。张鹏，你差不多就够了呀。返校后的这个晚自习，由于晴天和吴昕的赌约，注定不会平静了。教室里一直有人在针对这事窃窃私语。很快下课铃声响起，天哥，走吧，回去了。暖暖，你妈妈来接你吗？随后三人说笑着一起出了校门。暖暖，那我先走了。好。天哥，夏暖暖他妈原来这么漂亮啊，那她……呸呸呸，我嘴瓢了，不是这意思。你还太年轻了，懂个屁！啥意思？咱俩不是同一年的吗？再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暖暖，考试的事情你跟小晴说了吗？我还没来得及说，
就有人说了，啥意思？夏暖暖笑了笑，将今天晚自习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苏霞听完后，脸上写满了震惊。他要和你们班年级前10的同学赌谁考得好。对啊，听你这意思，你真相信他能比那个吴昕考得好？我当然相信了，晴天才不会输。他既然这么说了，那就绝对能做到的。他想起了晴天之前鼓励他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算包括你在内，全世界都不相信你，我也会相信。这才几天时间啊，自己的闺女就陷得这么深了。如果一切顺利那还好，万一两人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这丫头恐怕是很难走得出来。夏暖暖这几天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也知道女儿在学校和同学关系并不算融洽，也没什么要好的朋友。每次放学来接女儿，看到其他学生都是结伴行，而自己女儿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出校门，她总是会很担心。尽管女儿每次见到她都是笑脸盈盈，装作今天在学校很开心的样子，可她还是能感觉到她在学校并不开心。可最近这些天，女儿就像是焕发新生了一样，变得开朗活泼了，眼里也有了光。苏霞知道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晴天那个男孩，对晴天她是打从心里感激的。对了，暖暖，你爸过2天要回来了啊？爸爸不是说要开新店，还得忙一段时间吗？那边事情比较顺利，他说就抽空回来看看你。以前女儿可是很期待老夏回来的，现在完全就变了。老夏要是知道了，不知道会不会哭。这样啊，回来就回来呗。真是的，突然回来干什么？好好工作赚钱嘛，来回跑他不累啊？怎么，怕你爸发现小晴的事？我怕什么？我都说了，晴天只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那我到时候告诉他小晴的事，行不行？不行。夏暖暖毫不犹豫地拒绝，看到母亲一脸揶揄的表情后，立刻知道自己又被骗了。妈，好了好了，放心吧，我肯定是站在你们这边的，不会说的。妈，您真是太好了，回去我给你捏捏肩捶捶背。可以，看你表现哟。晴天，别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只要你别忘就行。小尖子，哥们先走了，好好考啊，别到时候你女神又不要你了。这个垃圾，他就是嘴贱，别理这种人。虽说晴天不可能赢，但你也要尽全力考。放心吧，我考试从来都是全力而为。这次8校联考尽可能还原高考，所以学校非常重视。而吴昕为了许赢，当众和晴天打赌，所以他肯定会全力以赴。至于晴天能否逆袭打脸，我们且往后看。现在开始答题，禁止交头接耳。一经发现考试作弊，这门考试成绩当场作废。晴天稳如老狗，井然有序地将答案工整地填在答题卡上。一旁的监考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晴天的试卷，心里震惊不已。刘老师，看你站在那好一会儿，那学生怎么了吗？很厉害的一个学生，答题都不带停顿的。看学号应该是10班李学平老师的学生。李老师班上啥时候又出了这么厉害的一个学生？这个叫晴天的同学，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是吗？可能是语文成绩比较好的偏科生。不过理科考试关键胜负还是其他几门科目。钱老师，您难道不知道，每年理科考试顶尖学生中的博弈都是拼的语文啊？难怪这位教数学的钱老师都快30了还单身，理工男情商都这么低的吗？老师，我能交卷吗？你再检查检查，时间还早得很。不用了，老师，我都检查完了。好吧，试卷我收了，你动静小点，从后门出去，别影响其他人。刘老师，这还40分钟呢，你怎么就让他交卷了？他已经做完了，而且做得很好，怎么不能交卷？这么快就做完了，不会是乱写的吧？钱老师，你是在质疑我的语文水平？不，刘老师，我没这个意思。钱老师，别跟我说话了，打扰到同学们答题的话不太合适。第一门语文考试结束后，李学平正在和几个老师一边整理收来的答题卡，一边说笑闲聊。李老师，刘老师，有什么事吗？李老师，您不厚道啊！你们班什么时候又出了个语文尖子生？我可没听您说起过啊。语文尖子生？谁呀？一个叫晴天的男生，不是你们班上的吗？你说谁？晴天？李学平一脸震惊。是啊。我们班倒是有这么个学生，但他不是什么尖子生啊，上次考试还全班倒数呢，语文成绩都没及格。这回轮到柳轩傻眼了。不可能，那个学生怎么可能语文不及格？李老师，您是不是记错了？柳轩又将考场里关于晴天的事情说了一下。李学平等人听完后，脸上都是浮现出震惊之色。刘老师，你的意思是，他提前40多分钟交卷，还答得不错？对啊，他的答题卡我看了好几遍了，不出意外，绝对是一份超过140分的答卷。李学平一时间沉默了，想起晴天信誓旦旦和吴昕打赌的事情，以及在楼道口说的那番话。老李，其实我之前那都是装的，本来想用学渣的身份和他们相处，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所以我决定这次不装了。真被那小子给装逼成功了。刘老师，你怎么走这么快呀？这时与柳轩一起监考的男老师喘着气快步走了过来。钱老师，是您走太慢了，您这身体得加强锻炼了啊。
钱老师面色一僵。钱老师，您来的正好。刘老师刚才说是有这么个学生，还有很长时间他就交卷了也不检查，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刘老师就把人放走了。钱老师，你这是在怪我？他卷子都已经做完了，而且答得很好，怎么就不能交卷走人了？不，我不是这意思。钱老师，你觉得他考得怎么样？我教数学的，对语文也不太懂。不过您这学生对考试这么随意的态度……钱老师想起了自己接连几次惹恼柳轩的事情，将些许的不满和怨念转移到了那个提前交卷的学生身上。可他不知道，柳轩在心里对他已经判了死刑。不懂就别说话好吗？李老师，我敢跟您打赌，他这次语文考试成绩绝对是在140以上。听他这般肯定的语气，李学平还是信了。那个臭小子可真会玩啊！晴天，听崔颖说你提前了快50分钟交卷啊？怎么是作文不会写，还是直接选择自暴自弃了？现在说这些未免早了点，到时候成绩出来，小心自己打自己的脸。他怎么也没想到，前些天还很怯弱的夏暖暖，现在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了。班上其他的同学也都是惊讶不已。此时此刻，当大家注意力集中在夏暖暖身上后，都开始察觉到了她的变化。这是夏暖暖，怎么感觉突然变化好大啊？咦，她怎么感觉瘦了一些，好像变漂亮了？确实漂亮了不少，看来她来晚自习前的跑步起作用了，而且更自信大方了。还有，你发现没，她好凶啊！感觉她减肥成功后，好像真有可能逆袭成大美女啊！还真的是，好羡慕啊！我完全就是平淡。我也是。2天的考试结束后，一直稳居年级前10的学霸吴昕同学，经过对答案估算，表示自己总分应该是在680分左右。大家震惊的同时，对擎天都也有怜悯起来了。面对这个分数，要怎么赢？天哥，听说有的班上已经公布1、2门成绩了，下午的数学和英语，我们可能也会公布成绩。你真有把握啊？你见我做过没把握的事吗？你有把握就好，班上不少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就怕他们自己成笑话，放心吧。对了，张鹏，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我的成绩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学肯定是没机会了。我爸都给我安排好了，家里有个表叔在阳城做装修，准备到时候让我过去跟着一起学。张鹏，要不最后这2个月你努力吧，我辅导一下你，到时候或许可以考上个大学。辅导我？成绩没出来之前，他对晴天的学渣印象是没办法那么简单扭转的。怎么不相信我？也不是，天哥，你知道的，我真不是学习这块料啊，怕下了功夫，到时候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只要肯拼2个月，我保证你肯定是有大学可以上的，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前世他和张鹏可以说是难兄难弟，过得都不怎么如意。张鹏就更落魄了，在他重生前依旧在阳城那边打工，媳妇也没讨上。重活一世，他自然不可能让学生时期最好的死党再混得那么惨了。晴天看张鹏没有回应，只是沉默吃饭，他又道：算了，我现在说你可能觉得不太靠谱，等成绩出来再说。夏暖暖最近也是我辅导在学习，你可以看看她的进步再决定。好，这样吧，要是你这次真赢了吴昕那小子，我就跟着你好好拼2个月，看看能不能混个3流大学上。这可是你说的呀。绝不食言，娘的，没道理你能考赢那个臭屁的家伙，我连个大学也混不上吧。下午2点，上课铃声终于是响了起来。数学代课老师沈老师来到了教室，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沈毅笑容满面地走上了讲台，将手中的书本和答题卡放在了讲桌上。同学们期待的目光理所当然的都是集中在了那一摞答题卡上。这次有些同学需要重点表扬一下。不少同学听到这话，脸上都是浮现出惊讶之色，这怎么感觉比他们想象中情况还好啊？晴天这次数学好像都考得很好呢。数学一直都是他的弱项，但这次他也是有点底气的，毕竟晴天给他没少辅导，效果也是很好。首先，我想表扬一下全班所有同学，这次模拟考试，我们数学这一门取得了很不错的进步，100分以上的同学占了70%，140分以上更是有5位同学。大家心中纷纷猜测，140分以上的是哪几人？吴昕，最高分肯定是你吧？以前他是不怎么看得上这书呆子的，但吴昕之前向晴天提出的赌约，让他态度转变了许多。应该是吧，我也说不准。吴昕嘴上谦虚了一句，但脸上却是写满了自信。就在这时，许英偷偷侧过头来对他说：这次你要是能考班级第1，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他是班上同学公认的学渣，可代课老师和同学们都要尊称他一声秦老师，只因他在此次模考中脱颖而出，学渣变学霸，成了班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吴昕，你在笑什么？沈老师，对不起。我问你在笑什么？你有什么值得笑的吗？这次考得怎么样？你心里还没个数。沈老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吴昕这次考试失利了？沈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考试有什么问题吗？什么问题？
问题大了，最后一道题你是怎么解的？思路完全偏了，知道吗？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最后一题那么简单，我不可能答错的。你是说我胡说八道吗？来，你自己过来看。沈毅越说越恨，铁不成钢，将吴昕的答题卡翻了出来。吴昕第一眼看到卷子上面鲜红的132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你自己看吧，班上这次大家都进步了，只有你反而退步了，你还有脸笑？当时在解这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吴昕觉得这次数学试卷太简单了，于是开始思绪纷飞，脑海中幻想起了晴天向他低头认输，向许莹道歉，然后许莹感动地投入他怀抱的画面。还站在这干什么？拿回去自己好好反省，这只是模拟考，高考你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等着哭去吧。事实上他性格是比较温和的，现在发这么大火，也是因为对吴昕寄予厚望，导致太过失望了。也有吴昕还完全没搞清楚状况，突然肆意大笑的缘故。吴昕，你怎么回事？这只是我大意了，不该错的题错了，没事，其他几门我有信心的。哼，最好是这样。这次我们班总体还是进步很大的，我要表扬的第一位同学，就是我们班这次考试进步最大的夏暖暖同学。没错，夏暖暖同学在本次数学考试的得分是122分，相比于他上次考试是极大的进步了，而且基础分他几乎是全拿到了的。前面的崔颖和秋曼两人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愕。真是差生一朝猛觉醒，学业腾飞惊众人，往昔学业暗无光，今朝奋进绽锋芒。差生逆袭展壮志，学习突进写传奇。此时的许莹一脸不愿相信的表情，看着夏暖暖一天天变漂亮，在学习上还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心里如同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最近你的学习态度，老师都看在眼里，继续努力，老师看好你。谢谢老师。他抬起明亮的眼眸望向晴天，脸上绽开了甜美可人的笑容。晴天对他竖起大拇指，以示称赞。班上同学们没来由的感觉此时夏暖暖的笑容有点犯规了。糟糕，我好像心动了啊！怎么感觉她笑起来好可爱啊？是啊，以前都没察觉到呢。什么？以前都没看到她笑过好吧？而且最近她确实越来越漂亮了，笑起来就更漂亮了。可恶啊！晴天那家伙眼力怎么这么毒呢？最近看晴天经常在给夏暖暖补课，你们说她成绩进步这么大，不会也和晴天有关吧？不会吧？那是她最近自己学习很拼吧？没错，肯定是她自己努力，有晴天什么事啊？不可能，不可能。随后沈毅又表扬了几个同学，其中就有班长木南在内。好了，大家安静下来，要表扬的就是这些同学了，大家今后要向他们好好学习。我就说嘛，晴天他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对啊，差点被他给唬到了，可真能装。这没道理啊，我能考这么好还是晴天辅导的，可老师为什么没有提晴天呢？夏暖暖一时想不明白，此时晴天也疑惑看向沈毅，沈毅饶有深意的目光与他对视着。在这里我还要批评一个同学，没错，我要批评的就是晴天同学。晴天同学，我很想采访一下你，既然你本来学习成绩很好，为什么要故意伪装自己，欺骗大家呢？沈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听不太懂呢。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嘛，上次考试都没及格的你，这次是怎么拿到满分的？那答题卡上方用红笔龙飞凤舞的标注出的150是那么的显眼，以至于让吴昕失声叫了起来。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也不科学。吴昕，你又干什么？沈老师，这不可能，晴天怎么可能考满分？他一定是作弊了。没错，他绝对是抄的。他绝对不承认晴天那样的一个学渣，竟然真的比自己考的要好。吴昕，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给我坐回去！你自己考试失利，还见不得其他同学考得好，抄的。你告诉我，全校就那么几个满分，还都在不同的考场，他怎么抄？再突然笑或者嚷嚷，你就给我出去走廊站着。晴天，你这次考得不错，马上高考了，以后别再玩什么控分的把戏。知道了，老师。很快课代表把答题卡发到各位同学的手上了。前排的崔颖和秋曼两人也是按捺不住好奇心，扭头偷看着。夏暖暖抬眸看了眼两人，莞尔一笑，别这么偷偷摸摸的看，要看就一起呗。谁要看了不稀罕，就跟谁没有。他们之前还在背后说你输定了呢。以后再有这种事，你也不用发那么大火，咱用实力打脸就行，不靠嘴。我可不是为了你，我就是听着不舒服。我也没说你是为了我呀。哼，不和你说了，我改题了。吴昕和许莹这边两人都是脸色难看，之前还是情绪高涨，许莹还给了吴昕一个暧昧的承诺，结果先是吴昕考试失利，紧接着就是晴天奇迹一般的满分，好似两记沉重的耳光狠狠甩在了他们脸上。这不科学呀，他怎么可能考满分？我还是不相信。
哼，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作弊方法了。没事，我就不信他其他几门也能超满分，最后一样还是我赢。难不成晴天以前真的是故意装的学渣？本想靠吴昕这个书呆子找回上次的场子，但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现在看来，这书呆子好像也不太靠谱。此时的吴昕还不知道许莹原来是在利用他。晴天，把你的答题卡给大家都传阅下。晴天同学的这份答题卡可以说就是标准答案了，你们都好好学下。太牛了吧，这什么神仙答卷啊？这哪有可能是抄的？标准答案都没这么完美吧？可恶啊！看来我们都被晴天给骗了，那家伙就是个伪学渣。太强了，这次他的名次不会真的比吴昕还高吧？谁知道啊，只能等其他几门的成绩出来了。大家把考试的试卷拿出来，哪几道题需要讲解的可以举手。说到这时，沈毅似乎想到了什么，饶有深意地望向晴天。晴天似乎也感到了不妙，心里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沈不会要害我吧？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既然晴天同学能做出这么完美的答卷，那他对这份试卷的理解应该比我深。我提议这2堂课让晴天同学来给大家讲解这份试卷，大家觉得怎么样？好，我赞成。沈老师您这主意好。其他同学也是纷纷举手附和，女生们相继开口表示赞成，并眉眼带笑看向晴天的方向。夏暖暖心中警铃大作，她早就预感到这次模拟考试后，晴天将会成为很多女生眼中的香嬷嬷。晴天同学，既然大家都这么认可你，那要不你就来试试。老师，我不会讲课呀。没事，来吧，勇敢尝试一下，相信自己，你可以的。忽然，响亮的掌声在身侧响起，只见夏暖暖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仰视着他，脸上笑靥如花，使劲地拍着小手。好家伙，你也搁着玩没次啊！好，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晴天同学，来给大家讲解这份试卷。沈毅反应很快，当即跟着鼓掌吆喝。女生们鼓掌跟比赛一样，一个比一个卖力。最近不少女生也都逐渐察觉到了晴天的魅力，而且她还是个伪装的控分学霸。妈妈，我怎么感觉晴天有点帅啊？你清醒一点，他可是我们的敌人。什么敌人呐？那是他和许莹的恩怨，说到底和我们又没啥关系。倒也是哈。夏暖暖听到前面2人的对话，一阵无语。她还是低估了晴天的魅力。这2人是直接就叛变了吗？既然盛情难却，那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份试卷。大家请把数学考试的试卷拿出来。呵呵，可真够装的。大家有哪道题不懂的，可以举手提问。秦老师，我都不懂。那我建议你搬起课桌，去高一和学弟学妹们一起重新练好。他是同学和老师眼中公认的学渣，可老师和同学们都尊称他一声秦老师，只因他精通高中全科知识，在模考中一鸣惊人，从此不再伪装自己，逆袭之路就此开启。秦老师，选择题第3题可以讲一下吗？好的，大家先看下题目，这是一道函数题，难度并不高，关键首先将这个函数的图像画出来，然后晴天一边用粉笔快速写着，一边讲解着思路。精通了高中各科知识点大全的他，很快就找到最简单直接的解题方式，即便成绩偏弱的同学也能听懂。这道题的解题过程就是这样，还有谁没听懂的吗？看了看无人举手，那下一个，秦老师，第7道选择题。好，那大家看一下这道题，这是一道几何题。秦老师，可以讲一下填空题第2题吗？秦老师，证明题第3题第2问。秦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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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师。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大家甚至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2节数学课对很多数学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说，这90分钟就是煎熬。但今天大家感觉好像过得很快，收获也很多。秦老师，谢谢了啊。老师，我还是个学生，以后这样的活你还是自己来吧。这也算是被你骗了的补偿了。今天从你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有空请你吃饭。这个可以有，我记着了。晴天点了点头，一点也没跟他客套。沈毅愣了下，然后笑得更开心了。教室里，同学们看着讲台上与老师谈笑自若的晴天，都是心情各异。好了，同学们也辛苦了，下课休息吧。试卷还有不懂的，也可以课间向秦老师请教。沈毅在临下课前还不忘给晴天挖个坑。晴天，喝口水吧。谢谢。接过后就仰头蹲的往嘴里灌。天哥，你太牛了，牛上天了！之前在食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以后还请秦老师你多多指教啊！刚才见证了晴天创造的奇迹以及夏暖暖的巨大进步，他自然也想跟上脚步了。好说好说。夏暖暖，以后咱就跟着你一起向秦老师学习了，可以吧？当然可以啊。晴天厉害啊，数学满分。运气好，班长你才厉害，每次都这么高分数，差点又满分了。运气好，沈老师都说穿了，还装呢。班长别在意，这家伙可是连我都给骗过去了，别说你们了。去，
一边待着去。夏暖暖，也恭喜你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啊！没有，这都是多亏了晴天教我的，比起班长你，我还差了很远。自信一点，最近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这次进步是你应得的。对，就算我愿意教，那也得你愿意学啊。谢谢你们。夏暖暖有些不好意思的脸红了，感动的向两人道谢。晴天瞥了眼一旁嬉皮笑脸的张鹏，不像某人，之前让他跟我们一起学，还不愿意，这次估计又没及格吧。喂，天哥，不带你这样的，你前些天可没跟我说过这茬，一直忙着教人家夏暖暖呢，你自己见色忘义，还说我呢。木南，一起去超市吗？好，来了，夏暖暖，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夏暖暖闻言一愣，有点不敢置信。像这样被邀请的事情，她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好像从她成为了别人眼中的胖女孩开始，学校里原本就不多的朋友也开始与她渐行渐远了。走吧，买点喝的去，天气太热了。去吧，给我也带一瓶雪碧。那好吧，那我们走吧。好的。晴天嘴唇微动，无声的给她鼓励。夏暖暖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坚定之色，她知道自己最近在学习和生活上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源自于晴天。她也不想再做回班上那个小透明一样的胖女孩。天哥，还是你厉害啊！什么意思啊？夏暖暖啊，除了你，谁能想到她变化这么大？现在你可是我们班男生们最羡慕嫉妒的存在了。还记不记得上周星期天晚自习后，我们见到夏暖暖的妈妈后，你说过什么？我又说了什么？天哥，夏暖暖他妈原来这么漂亮啊！那她……呸！我嘴瓢了，不是这意思。你还太年轻了，懂个屁！啥意思？咱俩不是同一年的吗？再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天哥，你真是才华横溢，断事如神，真乃牛逼中的真牛逼啊！没一会儿，夏暖暖和木南他们就回来了。给你的雪碧还是冰的。谢谢，看来心情挺不错的呀。晴天又给了他一个建议。班长人还是挺好的，等放假的时候可以找班长他们一起去逛个街什么的，女生的友谊都是来得很快的。知道了。等放了假，我们再一起去吃顿好的，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好啊。两人商量好这事后，上课铃声也正好响了起来。这2节都是英语课，不出意外，英语成绩该公布了。大家都知道，这英语成绩可能真的要决定两人赌约的胜负了。一次还可以说是巧合和偶然，如果2次奇迹接连发生，那就足以说明晴天是伪学渣了。此时吴昕总觉得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让他浑身难受。表面上故作镇定的样子，其实内心慌的一批。要搁在之前，他是压根不虚的，但现在班上的气氛太古怪了。许莹，别担心，他数学那分数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我一定让他给你道歉。哼。吴昕愣了下，满含憋屈与愤怒，他又将这一切都归结到晴天身上了。铃声响起后1分钟左右，英语老师才抱着答题卡和教科书进了教室。课代表来帮忙发一下答题卡，这次我们班英语考得很不错，大家值得表扬。很快夏暖暖的答题卡就发下来了，晴天偏头看了眼，135分。暖暖，恭喜你，看来这次总分排名不会低了呀。吴昕，你的答题卡140。听到这个分数，他脸上浮现出得意之色，他挑衅的目光投向了晴天。谁知对方压根都没看他，这让吴昕觉得自己这一拳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样，毫无快感。哼，继续装，我倒要看看你晴天能装到什么时候。吴昕，英语考得不错啊。还行吧，我就说英语这次很有信心。没想到吴昕数学失利，英语却考这么好。晴天呢？他的答题卡还没出现吗？他还没拿到，不过感觉悬了。我现在更喜欢晴天赢了。吴昕那小人得志的嘴脸，怎么看也不顺眼。同感，希望奇迹出现第2次吧。我相信晴天，你们看他根本就没一点慌乱的样子。很快晴天的答题卡下来了，夏暖暖看着上面的分数，晴天，恭喜你，又是一个满分呢。谢谢。对英语也能满分，他确实有点意外。前面的客观题自然是没啥可担心的，关键就是作文。真的满分？不会吧，又来，这也太夸张了。这作文也能满分？我看到了，卧槽，好像还真是150。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次我们班英语成绩总体很不错，但满分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晴天同学。晴天同学，你既然已经暴露了，以后可就别再伪装了，每次考试都得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来，不然我们几个老师可不答应啊。英语老师的一番话彻底证实了晴天英语也是满分的这个事实。老师，我知道了。晴天，你好厉害啊，真的太厉害了，这下你可是老师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了，再也没办法伪装了。可不是嘛，以后看来没办法轻松摸鱼了。课后几个女生按捺不住了，直接冲过来围住了晴天，叽叽喳喳的各种问题和称赞一股脑砸了过来。最劲爆的还是下面这个问题：晴天，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喜欢的女生类型啊。他故作沉思，几个女生眼神更加期待了。夏暖暖有些委屈的撅起了小嘴，
然而下一秒，他就看到晴天转过头，笑容温柔地看向了自己。平平淡淡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最漫长的旅途，等下一站结束。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记得上周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呢。唉，果然是这样。教室里，男生们一脸的羡慕和嫉妒，这种受女生欢迎的场面，可不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今天这个装逼犯辛辛苦苦装了这么久的学渣，等的就是这时候吧。类似的这样一个念头，在不少男生脑海中浮现，他们很是懊悔，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方法呢？喂，你们几个女生啊，都别想这有的没的了，没戏的。说到这时，他话锋突转，小金子，我很好奇，你此时有什么感想啊？正在装作刷题的吴昕捏紧了手中的笔。别高兴得太早了，还有语文和理综呢。呵呵，你就可劲自我安慰吧。张鹏，我赢还是输，又关你屁事啊！你有空在这屁话，不如先关心怎么考试及格。哟，这是气急败坏了吗？张鹏，你特么太过分了！怎么打算要跟我动手了吗？来来来，老子教你怎么做人。切，就只会一张嘴巴巴是吧？打架又不敢，你逼个屁啊！他的成绩不仅全班第一，更是年级第一，却被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批评了一顿。只因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学渣，一直在学渣堆里潜伏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装一杯吗？今天真是神奇的一天呢！马上就晚自习了，李老师应该要公布语文成绩了吧？应该要公布了。两人跑完步还是老样子，在超市买了棒棒冰，一人一半吃着，回到了教室。刚从后门走进教室，就发现李延旺竟然在讲台上，晴天则是压根没在意，甚至将那半截棒棒冰叼在了嘴里。你不知道教室里禁止吃零食吗？我不生气，我不生气！谁让这小子这次模拟考试也给自己在整个年级的老师们面前长了脸呢？不能骂，我忍住。可下一秒，他就一声怒吼：“晴天，在嘴里吃的什么东西？赶快给我扔垃圾桶里去！你不知道教室禁止吃零食吗？再有下回罚你打扫1个月卫生。”李学平想着，必须让这小子明白，成绩再好，在他面前也不能造次。李老师就1点了，马上吃完了，立刻。哦。殊不知，在扔垃圾的时候，晴天将剩下的棒棒冰都挤到了嘴里，然后把夏暖暖的拿过来也吃了。看到这幕的男同学脸都变形了，期待阎王能降下圣旨，狠狠地批斗他们一顿。可遗憾的是，李阎王好像并没有看到的样子。晴天，快看课桌上的答题卡，今晚要公布语文成绩了。看到了。我针对这次语文考试的成绩，我简单说几句。首先，我想批评一下晴天同学。众人想起了下午数学老师类似的口吻。在这里，我还要批评一个同学。没错，我要批评的就是晴天同学。这次模拟考试，晴天同学让我们都开了眼界。没错，他语文也考得不错，145分，只有阅读理解和作文加起来扣了5分。但是我并不高兴，而且很生气。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以前都被他给骗了。此时吴昕面色死灰，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这个装杯的混蛋！这家伙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这意味不明的话被吴昕听到耳中，他满脸错愕地看向许莹，只见许莹此时竟然有些痴迷，他整张脸都绿了，心也碎了，手中的笔也被他掰弯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此时讲台上的李学平正对着晴天一顿输出，晴天只能哭笑。又被老李给批了，怎么比我做学渣的时候感觉批得更惨呢？让我这个学霸很没面子啊！一旁的夏暖暖一直在偷笑。李学平批评完晴天，又表扬了几位同学，其中就有夏暖暖。这次他可谓是超常发挥，竟考了140分。吴昕拿到自己的答题卡，看了一眼分数后，脸色难看的直接揉成了皱巴巴的一团，塞进了桌斗。吴昕，把你的答题卡拿出来，给我摊平了！你最近让我很失望，你告诉我，学老人与海的时候，我让你们学的主人公的什么精神？吴昕被吼得心头一颤，一时间大脑有点混乱，没回答上来。大家一起告诉他，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永远不可以被打败。很好，吴昕，你听到了吧？李学平心中叹了口气，这种将学习成绩视作一切的学生，遭遇到打击和挫折后是很麻烦的事情。他决定下课后找机会再跟这个学生好好聊聊。另外，理综成绩也已经出来了，大家这次考试的总分排名我这里也已经有了。我先得表扬一下你们，这次我们班考得不错，全班平均分排到了年级第3，仅次于2个重点班，而且分数差的并不多。同学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如果再努力一把，超越2个重点班也不是没可能啊。老师，晴天同学是第1名吗？是的，晴天同学的理综也是满分，总分745，不仅是我们班的第1名，还是全年级第1，并且他的总分要高出第2名整整30分。
一码归一码，这个事还是得表扬一下。说完，他又看向晴天，继续努力，以后别再给我故意考差了。我靠，老李头，您这表扬和刚才的批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好吧？给我重来一次啊！喂，还有最后那句不算是表扬，应该算是威胁吧？此时的吴昕大脑如同宕机了一样，输了，我输了。许莹，对不起。他愧疚的目光看向一旁的许莹，就见他也是如同失了魂一样，痴痴地望着晴天所在的方向，完全没听到他的道歉。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他的成绩不仅全班第一，更是年级第一，却被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批评了一顿，只因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学渣，一直在学渣堆里潜伏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装一杯吗？好厉害啊！晴天，你真的太厉害了，年级第一呢。我知道，冷静冷静。对，冷静冷静。好了，等会下课，我让班长把排名表贴在后面黑板上，大家自己去看。现在先继续自习，晴天跟我出来下。这次算是给你小子扮猪吃老虎成功了，心里很得意吧？没有，怎么会呢？这次你的考试成绩在学校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你算是一鸣惊人了。但你3门考试满分，就我这语文扣了分，让我很没面子啊！李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决定了，以后午休的时间来找我，给你好好补一补作文和阅读理解。怎么，有问题吗？没有。没问题就好。还有你和吴昕以及许莹之间的事情，差不多就够了，都是同学，没必要闹得太僵。我懂，老李，我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依不饶的人。我和他的赌约，当众向我道歉这一项，我可以算了。但是他公然在课堂上顶撞您，让他给您道歉，理所应当，这可不能算了。你小子，我需要你来帮我找回面子吗？李学平表面佯装不服气地瞪了他一眼，心里其实是颇为感动的。随后，两人又针对这次考试聊了几句，李学平便准备让他回教室去自习了。等会，还有件事差点忘了，学校有领导让我问问你，有没有转去重点班的想法？转班？对，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意愿。2个重点班那边都有老师，希望你能转过去。李学平看似语气很平静，实则一直在观察晴天的眼神和表情变化，生怕他会答应转班。这次考试成绩出炉后，2个重点班的班主任直接找上了学校领导，抢着要求将晴天转到他们班。我明白了，老李，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转班的。什么叫我放心？说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决定。还有，叫我李老师，一口一个老李，谁叫你这么称呼的？回教室去。哦，那我回去了。这臭小子！下了第1节晚自习后，大家都纷纷去看自己的成绩和排名。夏暖暖也是站在后面，踮起脚，仰着头张望，但完全看不到。我来吧。谢谢。让让，都让让。很快，他就找到了夏暖暖的名字。看到了。多少名？李宗多少分？这……怎么了？李宗很差吗？逗你玩的，恭喜你，李宗235分，总分排名全班第11名。什么？11名？恭喜你，夏暖暖。夏暖暖，恭喜恭喜！谢谢大家。夏暖暖循声望去，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道：“都被你吓死了，能不能别在这种时候开玩笑？”暖暖，恭喜你了，考得不错，下次模拟考试目标是全班前5。啊？前5？对呀，还有1个多月呢，在我的辅导下，放心，稳稳的拿下。那好吧，我会努力的。大家都围过去看排名了，唯独张鹏和吴昕没去。与其过去看排名表受打击，他更愿意打击同样坐在那一动不动的小金子。小金子，不是说还有语文和理综的吗？咋不去看看成绩表啊？张鹏，你就只有一张嘴吗？不，至少我还有脸呢，不像某人一怒为红颜，故意找茬嘲讽我们这样的学渣，好帅哦！可惜现在脸都被打肿哥。对了，别忘了还有赌约啊。张鹏，哎呀，别这么看着我，怪吓人的。张鹏，天哥，怎么了？算了吧，差不多就行了，再别说了吧。好吧。然而对心气高傲的吴昕来说，晴天这话不但没让他感激，反而更是刺激了他的自尊心，更接受不了了。晴天，我承认是我低估了你，赌约我会说到做到，我给你道歉，但你别在这给我装好人，很让人恶心。我并没有装什么好人的意思，这是老李的意思，懂吗？和你打赌也是因为你在课堂上没尊重老李而已，这么大的人了，尊师重道不懂吗？你去给李老师好好道个歉就够了。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2个月后就毕业了，到时候各奔东西，再见也是陌生人了。听完晴天这话，吴昕神色恍惚。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夏暖暖打开手机一看，不过内容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丫头，今天你爸去接你了，我没拦住，你自己看着办吧。
女孩每次都和这个男生一起出校门回家，可今天她一反常态，却是自己独自一人出校门。男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所以没有再问什么。哎呀，老妈在干什么呀？怎么能让老爸来呢？晴天、张鹏，那个我有个东西找不到了，你们先走吧。找什么？我们等你一下。对，不着急，不着急。真的不用等我了，你们先走吧。晴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了。行吧，那我们先走了，走吧，张鹏。两人出了教学楼后，找了个僻静的角落站着。天哥，你这是干什么啊？准备要尾随吗？这不太合适吧？你在说什么屁话呢？晴天没再搭理他，目光再次投向那教学楼的楼梯处。只见夏暖暖背着书包走出了教学楼，向着学校大门的方向走去。走，跟上。两人走出校门的时候，只见夏暖暖正好坐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同时一个五官轮廓与夏暖暖有着几分相似，身材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正好打开了驾驶位的车门。那是夏暖暖的爸爸？应该是了。晴天哭笑不得，原来夏暖暖是担心自己碰上未来老丈人啊。啧，这车的多贵啊！夏暖暖家还真有钱。S 级新车应该得100多万了。啊！我操，100多万，太有钱了！正准备上车的夏征平突然察觉到了什么，目光向着两人这边投了过来。我操，看过来了。而晴天神色坦然地与夏征平对视着，然后他笑着微微颔首，算是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夏征平愣了下，他也没多想，只当是两个被他这辆车给惊艳到的少年。走，回去了。夏征平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女儿的表情，看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暖暖想什么呢？啊，没什么呀。对自己这恨不得捧在手心的宝贝闺女，他太了解了，肯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再想起中午的时候女儿用保温饭盒带饭的事情。妈，你给我打包一点饭菜呗。是给小晴的吗？好吧，那我去拿个保温盒。谢谢可爱漂亮的妈妈，么么哒。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听张鹏说了一嘴食堂的饭菜很难吃，正好今天他爸爸回来，他母亲苏霞也做了不少菜。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怕下午会饿，带一点饭菜过去，下课的时候可以吃。不是说减肥吗？怎么还带饭？是啊，我是怕万一饿得不行了，就吃一点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减肥的，这真要饿得不行了，还能忍住只吃一点吗？一个在一本正经地解释着，一个则是半信半疑。老婆，暖暖这几天都是这样的。暖暖，这个豆角炒肉要吗？来一点吧。还有这个西芹炒虾仁呢？这个芹菜啊。夏暖暖有些苦恼了，不知道晴天会不会对这个忌口。来一点吧，这个也很好吃的。不爱吃芹菜的话就扔了，只吃虾仁。听您的，那来一点吧。什么啊？暖暖不是一直吃芹菜的吗？夏征平皱起了眉头，更加觉得奇怪了。母女两人脸色微变，顿时意识到说漏嘴了。夏暖暖直接就有点慌乱心虚了，眼神闪躲。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暖暖吃多了这个，脾胃虚寒，有些腹泻，就开始不喜欢了。对，芹菜什么的最讨厌了，吃了容易拉肚子。夏暖暖忙不迭地点头附和。咋会这样呢？暖暖生病不舒服，你们怎么没跟我说啊？这不是怕你担心吗？就是爸，就是点小毛病，我早就好了。好吧。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一时又说不上来。很快，苏霞就将3层的保温饭盒装得满满的了。爸，那您慢慢吃，我先回学校了呀。现在去，不是睡了午觉再去吗？我今天不困，最近学习任务重，想回学校好好做题。爸妈，我走了，拜拜。老婆，怎么感觉你俩有点奇奇怪怪的呢？老夏，是你开店的事情太杂，想多了吧？有吗？有。暖暖，最近在班上有没有玩的比较好的同学？有啊，怎么了？是吗？没怎么啊，挺好的。他虽然不在玉城，但女儿在学校的状况也是从妻子口中一直都有关注的。一直以来，女儿在学校的人缘并不好，这是让他一直都很气愤。自己女儿这么漂亮，这么优秀，在学校竟然没什么朋友。夏暖暖也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急忙强行弥补了一下。是我们班长，还有英语课代表，2个女生，我们最近关系还不错。是吗？那就好。高中的友情是很珍贵的，有空把你的朋友带回家，让你妈妈做点好菜招待一下。放假的时候再说吧。真是奇怪了，女儿说这话的语气也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啊，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于是他不甘心的又问了句：那男生呢？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男同学啊？这个没有啊。完了，这是验证了吗？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
您不用怀疑，这都是真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确认。好，我这就给你们班主任打电话。喂，李老师，晚上好，我是晴天的妈妈。对，我有个事想问您一下。对，就是他这次模拟考试的事情，是真的。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打扰您休息了。全校第一，3门满分，总分745，别吃了，还给我。臭小子，以前学习成绩那么差，都是给我装的是吧？你够厉害的呀，骗了你老娘这么些年。妈，这是冤枉啊！冤枉？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就从全班倒数突然成全校第一了？还有，你们李老师刚才在电话也说了，让我好好教育你一下，告诉你做人不能太装了。好你个李阎王，晚辈此事吧，小爷我与你不共戴天。洗完澡后，晴天躺在床上开始思考赚钱的事情。代练店也不知道徐浩弄得怎么样了，还有那几个单子得找时间打呀。还有给母亲开服装店，给她减轻负担也需要钱。晴天唤醒系统，兑换了高级服装设计经验包，很快他就无师自通，成为了一名专业知识扎实、经验丰富的服装设计师。晴天同学，早上好啊！您早上好，那个，我姓柳，柳轩，一班的语文老师。哦，刘老师您好。这次模拟考试，你真的太让人惊讶了，恭喜你！谢谢。您是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事，就是正好看到你了，想跟你聊几句。语文考试那天，我在考务办公室跟他们说你语文能拿140分以上，他们都还不相信呢。让我没想到的是，语文居然还是你最弱的一门。也不算吧，只是主观题想要拿满分比较难。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很快就要到高3年级的走廊。刘老师，你是想劝我转你们班去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以你的实力，我们老师其实已经教不了你什么了，而且李老师的教学能力也是相当厉害的。哦，老李要是听刘老师你这么说，肯定又要嘚瑟了。老李，我习惯了这么称呼他，我们班同学都叫他李阎王。这个我倒是有听说过，我能感觉得到你是真心爱戴李老师的。他是个好老师，您也是。哦，谢谢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加油吧！希望我们学校能出一个高考满分状元，我们全校师生都会以你为荣。我会尽力的。晴天回到了教室后，发现夏暖暖还没来。之前他来的都是比较早的，今天却还没到。今天反常的事情有点多呀。曼曼，你看那不是夏暖暖吗？只见夏暖暖从一辆豪华奔驰车后坐上下来，然后向着学校跑去了。还真是啊，曼曼，这车得多少钱呢？我有个表哥就是卖车的，他跟我提过，这应该是奔驰 S 级，起码得100万以上呢。夏暖暖家这么有钱的吗？以前完全没看出来呀。我们不是看到过他妈妈吗？那么漂亮端庄，一看就不是普通家庭。你说我们以前是不是做错了？他要记我们仇怎么办？两个女孩说到这，脸色都是变得有些凝重起来。此时的夏征平也看到了秋曼和崔颖两人，看他们正满脸惊讶地打量着车子，还不时向着已经跑远的女儿看上眼。难道是女儿的同学？他顿时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赶紧打开车门向秋曼和崔颖两人看去。两个小女生顿时脸色大变，下意识的就想赶紧逃离这里。夏征平见状愣了下，急忙开口喊住两人：同学，你们好。毫无疑问，这肯定就是夏暖暖的父亲了。您是喊我们吗？是有什么事吗？我看你们好像认识我女儿夏暖暖，你们也是10班的同学吗？对的，我们是10班的，就在夏暖暖前面。真的啊，那太好了。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想问你们一下。什么事啊？不用紧张，就是关于我女儿的一点小事。您想知道什么？是这样的，我想问问你们，我女儿最近在学校里是不是有走得比较近的男生？叔叔，您是说……秋曼正想如实回答的时候，被一旁的崔颖用手肘悄悄顶了一下，到嘴边的话及时的咽了回去。叔叔，这事我们也不太清楚呢，好像没有啊。对，夏暖暖最近变化挺大的，和班上的同学们关系都变好了。是这样啊。夏征平依旧面带微笑，点了点头。可两个年轻女生的小心眼，又怎么可能骗得过他？这次彻底实锤了，宝贝女儿在学校里肯定是被哪头猪给盯上了。叔叔，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去学校了，马上要打铃了。好的，希望你们和我们暖暖好好相处。叔叔再见。睡懒觉了？没有，我爸送我来的，结果路上堵车了。你爸？
对啊，我都让他别送了，自己走路还快一点，他非要送，堵在半路上没办法，我下了车跑过来的。挺好的，又消耗了卡路里。你还笑呢？哼，不跟你说了，我要背课文了。好吧。2分钟后，崔颖和秋曼两人才回到教室。夏暖暖听到动静，抬眸看了两人一眼，却发现两人正好也眼神复杂的看着她。夏暖暖，早啊！秋曼惊讶的看了他一眼，急忙也有样学样，主动向夏暖暖问早。啊，你们也早上好。两人友好的笑了笑，转过头去开始自习了。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呀？一旁的晴天则是微笑着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明白。早自习结束后，夏暖暖发现前面的崔颖和秋曼两人有点奇奇怪怪的咬耳朵说悄悄话。崔颖还偷偷瞄了眼自己。你们是有什么事吗？夏暖暖，我们是想给你道个歉，以前的事都是我们错了，你能原谅我们吗？对，都是我们太幼稚了，你别往心里去，可以吗？天哥，加油！我看好你哦！赶紧滚去食堂干你的饭吧！这个贱人，暖暖，我们也走吧。随后，晴天和夏暖暖两人便一起出了教室。这是什么情况啊？今天中午不都是跟张鹏去食堂吃饭的吗？听张鹏那话的意思，晴天这是和夏暖暖一起去别处吃饭吗？应该是了实在太好奇了，走，去食堂问问张鹏。你们说，晴天不会是要去夏暖暖家吃饭吧？天内，这都到见家长的环节了吗？崔颖、秋曼，我们去学校外面吃拉面吧。怎么了？那个，我们今天想去吃食堂。对，许莹你自己去吃面吧，我们去食堂了。你们怎么能这样？许莹，要不我请你去吃面？你自己去吧，我又不想吃面了。都让你别买了，你还买这么多，家里本来就很多水果，我妈等会又得说我了。没事，我这都吃了好几天阿姨做的午饭了，现在又去蹭饭，不带点什么不好意思。爸妈，我回来了，晴天也来了。好，老夏，你还坐着干嘛？去接一下，我马上来。知道了。夏正平不情愿地来到玄关时，他就看到了女儿正拿着一双她的拖鞋，贤惠媳妇一样的放在了那个猪头少年脚下。这可是他很久都没享受过的待遇。爸，晴天，这是我爸。叔叔您好，打扰了。这个少年看着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叔叔，前天晚上您去接下暖暖放学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当时那个向自己点头打招呼的少年吗？小琴是吧？你好，进来吧，客厅坐。说完，他便转身回客厅了。爸爸真是的，晴天，你别在意。不会。小琴，你来了，怎么还买了这么多水果？暖暖，我怎么跟你说的？妈，我真的说过让他别买了，他不听啊。苏霞将晴天带到客厅坐下后，就去厨房继续忙活剩下的最后2道菜了。妈妈今天好像火力全开了呢，做了好多菜。是啊，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谢谢，没事了，这些菜也是为了我爸做的，明天他就要走了。合着我就是顺带的呗，这死丫头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吗？夏暖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急忙试图弥补回来。爸爸，你这工作也太忙了，这才在家2天又要走了。没办法，那边新店马上要开业了，最近确实比较忙。不过暖暖你不舍得爸爸走的话，我就再留2天。啊，还是不用了，爸，你的工作最重要，加油，多赚点钱。夏正平脸上笑容有些僵硬了，冷冷的目光落在了旁边的晴天身上。哼，以前宝贝闺女可不是这样的，一切都是这个猪头少年的错。好了，可以吃饭了，暖暖，来帮我端一下菜。来了，晴天，你再坐一会，我去帮忙了。那我也去帮忙吧。不用，你今天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帮忙的？你坐一会。帮忙是其次啊，我主要是想离这未来的老丈人远一些，压力太大了。柔软的沙发在这一刻如同针毡一般，一时间客厅内陷入尴尬的沉默中。晴天能明显察觉到未来老丈人锐利的目光时不时地打量着自己，但就是不说话。爸，晴天可以来吃饭了。好，来了。小琴就当自己家，吃好喝好。好的，谢谢叔。来，我们先碰个杯，谢谢小琴你对我们暖暖在学习上的帮助。小琴，这事我也得跟你说声谢谢。叔叔阿姨，你们言重了，同桌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好，那就不说了，干杯。小琴，动筷子尝尝吧。你和暖暖最近不是一直在锻炼吗？我就做的普遍清淡了一点，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阿姨，这点就不用怀疑了，暖暖每天带过去的饭菜我都吃得一干二净了。说起这个还得谢谢你呢，一直在麻烦你。
这和我可没啥关系，都是那丫头要给你带的。当然也得谢谢暖暖。现在说这个干嘛？吃菜吃菜。我怎么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呢？夏暖暖夹起一个小鸡腿，递过去放到了父亲碗里。夏正平欣慰的目光看了女儿一眼，心情稍稍好受了些。晴天，你吃个鸡腿，这个很好吃的。谢谢。为什么给我的就是小鸡腿，给那小子的就是大鸡腿？苏霞头疼的以手扶额。这丫头昨晚不是答应的挺好的吗？怎么做的跟说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呢？苏霞举止优雅，很自然地展开一个个围绕他们学校生活的话题，期间还追忆起了她自己年轻读书时的一些往事。三人算是言谈甚欢，望着晴天的眼神也亲近了许多。现在一番交谈过来，她毫无疑问是更满意了，外形身高都在线，学习又好，人品和情商也没得说。哎，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也老了。妈，您在说啥呢？在我眼里，您一直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暖暖说的对，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我还以为您是暖暖的姐姐呢。您看上去就像20岁左右一样。小晴，看来我们暖暖不止跟着你学习上有了进步，这说话哄人也是更厉害哥。阿姨，这个还真不是我教的，是她的天赋才能。一时间，屋内欢声笑语，气氛愉快。唯独夏正平依旧冷着脸，默默吃着菜，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苏霞抬起桌下的脚，撞了下夏正平的腿。夏正平诧异的目光看向妻子，老夏，别光吃肉啊，吃点蔬菜。苏霞夹了一块胡萝卜放到他碗里，趁机给了他一个威胁的眼神。老夏愣愣的低头看了眼碗里的胡萝卜，心中打了个寒战。老婆这是在警告我啊，搞不好今晚就得睡沙发了。怎么啦？是啊，你看你最近又胖了多少？明天去了江城，少吃点大鱼大肉，多吃点这样的蔬菜。好。他动筷的同时思索着可以扭转大局的话题。